江宁省云岗村一个名为三七堂的医馆前，排起了冗长的队伍。堂中坐着的却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那稚嫩白皙的脸庞与屋中景象显得更加格格不入。他是天才中医林友，大学毕业后为逝世的爷爷回村守孝3年，并且继承了爷爷生前经营的医馆三七堂。可突然有一天，一群大人物的到来，让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老首长，要不我们还是和江宁省的领导打个招呼吧？万一真发生什么意外，我没法和川白首长交代啊。我回自己老家，能出现什么意外？你如果再唠叨，你就回京城去吧。去打3辆车。明白。与此同时，正在视察基层的大军区司令员顾振林手机突然响，居然是中央保卫局打来的。孙局长有什么吩咐？顾司令，这就不开了，有个重要的事要向你说。孙局长，你说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早晨，秦老去了江宁省，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几名警卫。你务必尽快找到秦老，确保老首长的安全。我现在马上安排人，肯定以最快的时间找到老首长。给所有军分区司令发电话，让他们以最快时间到大军区开会。是。我是上元志，上书记刚接到了中央保卫局电话，秦老独自来了江宁，现在应该已经下飞机了。什么？顾司令，我现在就派人，咱们兵分2路，保持联系。小麦，立刻通知党委们和公安局局长来省委开紧急会议。是，我这就去。此时在出租车上的秦老还不知道自己以为的秘密出现，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秦老都打了20几个了，这回肯定要挨板子了。主意是我起的，他敢打你的板子，我就打他板子，你怕什么？朱天东，你聋了？打了20几个电话都不接。如果老首长有个什么闪失，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想让谁吃不了兜着走？秦老，您老不声不响的自己就走了，万一身体有个什么闪失，可怎么办啊？我打了一辈子仗，杀敌无数，25000里长征都走过来了。现在年纪大了，我就是想回家乡看看。你们不必那么紧张，过2天就回去了。知道了秦老的位置就好办了。顾司令，秦老应该是去了他的老家扶风县的云岗村。好，我这就安排人过去。此时云岗村的三七堂只剩下了最后一伙患者。你们是谁看着？大夫，这孩子近1年来纵丝流鼻血，一天要流7、8次。这样，你坐到叔叔身边，叔叔给你摸摸脉好吗？不要，我不打针，我不喜欢白大褂。这1年来，大小医院都看过，现在孩子见到医生就害怕。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没有病，所以不给你打针吃药了。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从来不骗小孩，不过我要和你爸爸妈妈聊会天，你和这个姐姐去玩一会，好吗？姐姐不是医生，姐姐带你去那边玩玩具好吗？好啊，好啊。别担心，那是我妹妹，也是学医的，诊脉的手段不比我差。小孩子见她总要比见我亲和些。刚见您时还怀疑您的医术，不过在排队的时候看到您对其他病人的诊治，看得出您是有真本事的。是啊，没想到你对小孩子也有独特的办法。脉象没什么问题，不浮不沉，和缓有力，不过舌苔发黄，似肝火旺盛。肝火旺盛，流鼻血也实属正常。那大夫，这该吃些什么药啊？1日2次，搭配膳食，红糖水煮猪尾鸡肉，汤肉同时，3日痊愈。这就可以了。如果按方服用3日后还流鼻血，我将诊金10倍退还。对了，诊费是多少？8块钱，给我妹妹就行。此时云岗村小河边，秦卫山站在那陷入了沉思。秦老，阴魂不散啊！大军区司令员顾振林率先来到秦卫山面前。学生顾振林向老首长报道，江宁省委书记上远志见过秦老。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一个书记，正事不做，领着这领导班子跑来找我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您老一个人出来，我们哪能放心了？是呀，您回到了江宁，我作为江宁的一省主官，肯定是要和您这位老江宁人来汇报一下工作的。既然来都来了，陪我到村里转一转吧，你们也算是下基层了。进村了就别跟这么多人了，影响不好。明白。一行人转眼来到村里，看着村中的景象，秦卫山的心里充满了感慨。刚走到了一个农户院门口的时候，秦卫山突然看到了一块形状奇怪的巨石，快步走了过去。70年了，整整70年了，没想到我还能看到它。秦卫山确定了这就是他儿时的家，一时激动，呼吸也变得急促。
秦老，你怎么了？医生呢？快叫医生过来！秦老应该是高血压犯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名主任医师凑上前来，血压监测仪检查一番后，监测显示秦老血压高压已经高达了210了。快抬到救护车上送医院！不行了，此刻尽量不要大幅度的转移病人，容易有生命危险。当众人听到生命危险4个字后，脸都吓得煞白。现在需要怎么办？情况怎么样？情况不是很好，处于昏厥状态，打了1针针剂，可血压还是没有降下来。就在这时，村支书魏大宝站了出来，快抬到3期堂找林友、李大夫。原本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却迎来了一群大人物，而且全部都是各省市一把手。原来这里曾是老首长秦卫山的家乡，时隔多年，秦老再次踏足这片土地，一时激动，血压飙升。就在这危急关头，村支书魏大宝站了出来，快抬到3期堂找林友、李大夫。林友是谁？我们村卫生所的临时大夫，3期堂的中医。众人听到魏大宝的介绍后，全都面露怒色。这不是开玩笑呢吗？你当躺在这里的是谁？况且还是临时大夫，这出问题谁负责？可是林友的医术很好，有很多外地人都慕名找他看病呢。老首长如果在自己的地界上出意外，那自己也就离提前退休不远了。试一试总比在这里硬挺着强。那个大夫在呢，前面带路，跟我走。此刻的林由兄妹刚刚坐下吃饭，就听见外面有人喊自己。谁是林由？林由。林由看了看担架车上的老人，又看了看眼前的这些人，个个气度不凡，一看便知道是领导。林由，林大夫在吗？我就是林由。什么？你就是林由？不是胡闹吧？这乳毛未干的小子能治病吗？高压已经210啊！患者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突然情绪激动导致的血压增高，从而休克昏厥的？我操！居然就只是看了看便能知道病因。没错，因为情绪激动导致的颅压升高，已经打了降压针。打了多少？2.5毫克，剂量太小，怎么可能降下来？这已经是极限了，在家就超了降压针的剂量范围了。你到底懂不懂医？哼，黄毛小子看过几天诊就敢胡说八道，你这样的庸医，我都有理由怀疑你有没有行医资格证。那你们继续医治吧，地方我可以借给你们，不收钱。小云，坐下吃饭。我哥5岁学医，8岁就能给人看诊。某些整天把证件证书挂在嘴边的庸医，未必有我哥哥学医时间久，临床经验多呢。手上功夫一般，嘴上功夫一个顶俩。你这小丫头片子！小游，你就给看看吧，这位老人也是咱们云冈村走出去的人。小游的爷爷林老是我们这院近闻名的中医，书记和县长也都是知道的。林家人确实有真本事，我老娘前几年中风偏瘫在床，就是林老爷子给治好的，现在都能自己走路了。顾振林看了看秦卫山，又看了看林由，心一横。小同志，麻烦你给看看吧。院子里有凉气，走出去了，这这么多空气都不流通，然后把病人抬到那边的床上去。最后，屋里留下了几个职位最高的领导以及那2个医生。内性软弱而滑，细软而沉，极软而柔细。颅内竟有异物，压迫脑神经，所以导致血压每每升高。去把药熬了吧。好嘞，哥。林由先是抽出第一根最粗的银针，在秦卫山胳膊上找着穴位，去止血。就在这时，秦老手指动了一下，我操，还真有反应。晋升，阳谷穴。此时，秦卫山的眼皮已经有了反应。众人见状，心中大喜。哦，有效啊，有效啊！但愿这个年轻小子能让秦老醒过来。百会穴。秦老，您醒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是把老爷子扶起来，把药给他喝进去。我来。秦老，咱把药喝了。等下，这中药不知道符不符合卫生标准，况且不知道对症不对症，要不还是找专家和卫生部门佐证检验一下吧。早干嘛去了？现在秦老醒了，你话又多起来了，马后炮。这小子脑子抽了吧？看来全省的医疗卫生系统得好好的洗牌了。你给我滚出去！让老人家睡一觉，醒来就没有大碍了。院里的众人见他们出来了，纷纷凑了过来。秦老已经从昏迷中醒来了，让他睡一会吧。借一步说话。好险啊！这件事一定不能走漏消息，不行就签保密协议，更不能让秦老的儿子秦川柏将军得知此事。秦老那边就得看咱们2个表现了，我相信都不希望让中央知道。我的兵没有赶的，不过地方上来的人也要安排好。今天的事多亏你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保荐你到我们省的医疗系统工作。
这个年轻人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天大的机缘白送到了他的手里。行医治病，自古以来都是医者本就该做的事，身份不分高低贵贱我不管，但病在我这里分3、6、9档，诊费8块，药费28，一共36块钱，把账结了就好。难道这小子是傻子不成吗？这么难得的机会送到手里都不要，没准这小子是想要更大的好处呢。一个能令全省领导班子为之颤抖的老首长，在林友嘴里却只值36块钱。然而老首长却并未生气，并且还赞不绝口。傍晚时分，秦老在周天东的搀扶下来到了院子里。刚才我听那小丫头说，我这条命就值36块钱。从您昏迷的时候，这几位先生的惊叹和关节的程度上就能看出来了，您的命可价值千金。只不过您这个病只值36块钱罢了。哈哈哈哈！此刻顾镇邻几人对林流投来了赞许的目光。外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比自己说情100句都好用。你是我老头子的救命恩人啊！救命恩人不敢当，医者本分罢了。好一个医者本分，能做到的人却屈指可数啊！这小林手下是有真本事的，3下2下就把您的病给治好了。您的身体再干30年革命都没问题。好，是呀，秦老的身体素质比我们这些小辈都好。这次您就是近乡情戚啊。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清楚，今天这事不许说出去，到时候让那帮老家伙再看了我的笑话。尤其是你，别什么事多和保健局那帮人汇报，我被他们烦都烦死了。感谢秦老体恤，如果真把这事汇报上去，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几人笑着扶秦老坐了下来，天色也渐渐暗下，伴随着风吹蝉鸣的声音。好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宁静了。是啊，今天是托了您老的福，我和尚书记也难得在这样的环境里清静。林大夫今年多大了？24岁，年轻有为啊！但是就在这个村子里屈才了。我是2年前回来的，为爷爷守孝3年，期满也就快走了。现在有你这般孝心的可不多了，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走遍大山大河，以尽疑难杂症。有志向，呵呵。不过一路难走啊，如果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就可以救治更多的人了。呵呵。其实你说的那个舞台我去过，但感受并不怎么样。哦，高考我考上了京城首都医学院西医专业，毕业分配到了汉宁省立医院实习工作。没想到是国内医学最高学府毕业的，还真是低估了这个年轻人。那在大医院工作的感受怎么样？不怎么样，小病医疗过程复杂化严重，开一堆单子，楼上楼下做各种仪器，最后被告知病无大碍。再说大病，手术和药的价格一言难尽。虽然现在医疗有改革，能报销很多，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天已经塌了。可见医疗改革的路任重道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解决的。我就是一个普通大夫，没有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能力，所以我也就只能做到云游四海，负责一方就够了。小年纪能有此般心境，看来也真是尝过了人间冷暖的。哥，饭做好了，大家进屋吃饭吧。哟，还给供饭呢。呵呵，那也不能讹着您老啊，进屋吃饭吧。哈哈哈，那我们得交伙食费的。是啊，林大夫一共才赚了我们30几块钱，我们再白吃他一顿饭，那不是亏本了吗？小丫头，能不能把饭菜端到院子里来呀？就在这吃吧，好几十年没有在乡下的院子里吃过饭了。没问题，你们等着，我去把饭菜端出来。不一会的功夫，一番风卷残云后，听说你妹妹在省城读书啊，也是学医吗？是在江宁医科大学，马上都大3了。哦，咱们江宁医科大学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医学院校，你们兄妹2个还真是不简单啊。小云天资不比我差的，只不过高考的时候恰好赶上爷爷病逝，没有发挥好，要不然就和我是京城首都医学院的同学了。你原来是京城首都医学院的学生，你的导师是谁呀？江云水院士。这个名字很熟悉呀。江院士也是中央保健局的专家，给您检查过身体的。哦，想起来了，不过我记得他不是西医吗？我大学就是学西医的，小年纪，中西医兼备，云岗村出了你们兄妹2个人才啊！这时突然，远处亮起了忽明忽暗的灯光，片刻后，随着一声急刹，在院门口停下了一辆小巴，一辆省医院的救护车，领头的是一个花白头发的医生。省保健局副局长陈康泰带领保健局和省医院的医护人员前来报道。哼，黄花菜都凉了才到，还不如不来。一会秦老吃过饭，再给秦老检查检查吧。晚餐结束，秦老便在尚远志等人的陪同下进了屋子。尚书记，这次我们带来了一些便携的设备，可以先给秦老大致做一遍检查。量血压就得了，不检查了，在京城每个月都做的。保健局专家也不敢迟疑，立刻照做。血压现在还是有些高，建议再吃点降压药吧。我们带了。不能再吃了，老人家现在的血压就是正常状态。你是？我是这里的大夫。
哇，原来也是大夫，但是高压160在这摆着，明显偏高。这你应该是懂的。老爷子的情况特殊，不能治。此刻大家都是一头雾水，可秦老却是看着林游挑了挑眉，没有说话。什么特殊？小孩，这可不容你胡闹啊！老爷子的颅内有异物压迫，所以才导致血压常年处于一个偏高的状态。此话一出，众人都惊诧不已。这可不是可以胡闹的事啊！你怎么知道秦老脑里有异物呢？白天诊脉时得知。简直是荒谬！单凭诊脉就能诊出颅内有异物，那我们的专业器械算什么？林游没辩解什么，而是看向了秦老。哈哈哈，小子，这个是除了中央保健局还有我的几个老伙计以外没人知道，如今却被你搞得满屋子都知道了。难道真如林游所说，秦老颅内有什么异物存在？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除了血压总是高一些，偶尔头疼以外，没什么大碍。我终于明白军中所有人都对秦老您敬佩的原因了。那小林，你能治吗？颅内的弹片只能依靠手术才能取出，目前血压位置在正常之上，让老爷子不再头疼，还是有办法的。此话一出，连秦老眼睛都亮了起来。是啊，太疼了，已经被这块弹片折磨了50年了，常年犯头痛病。这样吧，我今晚就拿出一个药方来，先吃上看看效果吧。好，那就这么定了。这2天我就不走了，就在你这住了。这不妥吧，秦老？要不还是去大军区的军医院吧，让小林跟过去治疗。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们也是，一会该回哪回哪去。医生，1军区的人都在等着你们主持工作呢。我老头子不用你们陪着。几人收拾一番后，和秦老告了个别。不过村里的那数名便衣特警留了下来。秦老凌晨3点不睡觉，偷偷溜出了房门，警卫员却丝毫没有察觉，甚至还做起了春梦。第2天一大早，警卫员周天东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却发现睡在床上的秦老已不在房中，慌忙起身出去寻找。打开门后，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屋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进门就看到秦老饶有兴致地坐在旁边看林游为人诊病。秦老，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凌晨3点多就有来排队的病人了。值夜班的警卫怎么搞的？放进来这么多人？什么话？难道就因为我在这，别人就不能来看病了？我和他们一样，都是来找小林看病的病人，许我来不许别人来吗？胡闹！是，秦老教训的对。这时外面突然出现了吵闹声，只见一辆豪车停在小院门口，车前站着一个女人，正在制止肥胖男人和警卫吵嚷的行为。怎么回事？这位先生要开车进院，我们拦住了他，他下车就破口大骂上了。你们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吧？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只是阻拦，没有动手。要不是早上秦老交代过，放到以前早就把他制服在地，枪顶头上了。你是干嘛的？我们是来看病的。你看看他们谁不是来看病的？院子就这么大，你走几步能累死啊？还必须把车开进来吗？撞到人怎么办？我女儿病得严重，她也是心急，您别和她一般见识，能不能让林大夫也对瞧瞧？孩子在哪？在车里。只见女人从豪车上抱着一个小女孩下来，小孩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般。孩子昏睡不醒2、3天了，去医院也看过了，没有好转。我们连夜从隔壁省开车赶过来的，能不能行个方便插个队，先让我们看看？是啊，让我女儿先看吧，其他人的诊费我全包了都行。先给孩子看吧。谢了各位。自己现在哪像是个保卫局处长，反而像是个保安队队长。跟我进屋吧。周天东带着他们进了屋，这时恰好一位病人离席。您就是林大夫吧？给我女儿先看看吧，都2、3天了，总是昏睡不醒，也吃不进东西，偶尔醒过来一会，为什么吐什么？报到近前来。只见小女孩像睡着似的，又像是喝醉一般，面色红扑扑的。林游用手静静品着脉象。陆生女吧？是，家里就这一个闺女。林游看了看女人，又看了看肥胖男人。家里就这么一个小公主，宝贝的很吧？闹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要什么我都给，上最好的幼儿园，吃最好的，穿最贵的，必须给我女儿最好的。就是这个最好是有的货。有句话叫做十指不沾阳春水，故而成疾。那大夫，您能治吗？是需要扎针还是吃药啊？只要能治好，多少钱都行。稍等我一下。林游说罢，朝后面的厨房走去，大家的脸上都写着迷惑。几分钟后，林游端着一个碗走了出来，里面盛着半碗黑乎乎的水。大夫，这是什么？中药，猪肉干，给孩子喝下去吧，喝了就能醒。女人将信将疑，又抬头看了看男人，试试吧。碗里的黑水还没喂完，只见小女孩缓缓睁开了眼睛，水汪汪的看着眼前的人。3天了，可算是有动静了。感谢林大夫，感谢林大夫。谢谢啊，林大夫，你可真是我家的恩人呐。无妨。妈妈，我饿了。好，妈妈这就给你拿蛋糕好吗？不行，村口有一家小饭店，去
去他家给孩子叠一锅土豆牛腩汤喝吧。这有什么讲究吗？你二位知道为什么女儿会生这样的病吗？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太宠着了，认为有钱女儿就要像个小公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52岁才有了这么个女儿，我自然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这有什么不妥的吗？这就是最大的不妥，孩子被捧得太高，缺了地气。此话何意？五行说金、木、水、火、土。其实，在中医里，人的五脏也对应五行，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属土。小孩子常年不沾土物，自然脾虚阴寒，而脾主中周，与胃相连，脾虚自然为寒。人亦有五行，气、阴、酉、空，而脾正主右，脾右自然精神不振，食欲不佳，他又怎么能吃得下东西呢？哦，原来如此，小孩子不能太娇生惯养了，应该多接地气。那用吃点什么药吗？刚刚您给喂的什么龙肝药，不给我装些吧？以后万一再有这个症状，好能给孩子喝。那就是个应急之药，药就不用再吃了。只要你按我说的，以后让他多接地气，多和小朋友在地上玩耍，吃些粗粮蔬菜、牛羊肉等食物，这个病不会再犯的。好，我们一定照做。太感谢您了。诊金是多少钱？8块钱。啊，8块钱，这也太少了。这些您拿着。这太多了，您快收回去。哼，我女儿的命可不止这个价，您收着吧。而且刚刚我也说了，让我插队，那大家的诊费我就出了。说着，一家三口快步离开了。随着一声车辆启动的声音，几人扬长而去。我也觉得我的命可不止36块钱，到时候我也要多付些诊金。您老就别拿我说笑了。那个伏龙肝是什么药啊？你怎么不卖给他们先呢？就是糟心头，俗称锅底灰，我从厨房炉灶下面抠的。如果他们知道了伏龙肝是这东西，定不会给孩子喝的。你小子，你小子！曾经叱咤风云的老首长，象棋竟输给了一个毛头小子，而且还被调侃说输了正常。凌游正在与秦老下棋，凌云端着药丸走出屋来到了外面。老爷子，快把药趁热喝了。先放放，等会喝。输2盘了，气头上呢。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哈哈，我爷爷生前与我哥下棋，10盘要输9盘，输给他很正常的。老爷子，你确定吃我的马？哼，落子无悔，吃的就是你的马。那老爷子你看清了，我这招就诱敌深入。将军，又死棋了，这盘不算，再摆一盘。已经把药喝了，我们再接着下。这可把凌云看得直咧嘴，他可最清楚这药有多毒。老爷子，这2日服药后觉得怎么样？还真别说，你小子有2把刷子。以往这头痛病每天都要发作一次，每次都疼得我抓心挠肝的。可这2天喝了你的药，竟然就只疼了1次，而且症状很轻。那就好，明日我再给你针灸1次，然后等你回去后再喝上3天。不过还是要注意情绪，不要激动，更不要动怒。怎么着？你小子这是在撵我走了？我哪敢啊！我自然希望你能多住些时日的，但我这里毕竟条件有限，不利于您的身体恢复。而且有多少人因为您在我这住着，每天寝食难安，您应该比我清楚。林大夫，您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小山村吧？爷爷的小气将满，我也要走的。前些日子黄副局长还说现在保健局需要些新鲜血液，以你的水平，再经过秦老的举荐，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我志不在此，保健局的国手专家林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可我留在民间，却能救助很多普通百姓。我相信秦老也会赞同我这样做的。真希望凌游能够来到自己身边，可这小子分明已经知道是我的意思了，这是在堵我的嘴呀！可是林大夫，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己闯一闯，终归还是好的。见秦老这么说了，周天东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作罢。首长，老爷子什么时候回来？看了，这2日就回去了。徐老下个月的寿辰，老爷子是不是得忘了？这都月末了，劝劝老爷子早点回来吧。是，首长。谁打来的？是川白首长。什么事？徐老下个月的寿辰，川白首长怕您忘了，打电话来提醒一下。瞧我这记性，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后天下午回京城，告诉顾大个子还有尚远志，不用送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是。第2天中午，今日一别，就不知道何时再见了。我见别人一般都是治病的，如果是这样，我倒是希望咱们爷俩不见为妙。你就是嫌我老头子烦了吧？
您这就是冤枉我了。哪能呢？等我什么时候到京城，我去拜访你还不成吗？那可说好了，我可让小周接了你的电话了。你如果有事找我，也可以给小周打电话。咱们爷俩还会见面的，爷老一定保重身体。我给您摘了些青菜，您回去吃。老爷子家什么都有，你弄这么一筐青菜干嘛呀？不，待着，这丫头种的菜好吃，等有机会你去京城，还得给我做顿饭吃。秦老上了车，便不再看过去了。毕竟做了一辈子的革命斗争，从自己身边离开的人太多了。林游和凌云目送着车队离开，直到看不见踪影。你快要开学了，什么时候走？下月初。我送你。真的吗，哥？你再说一遍呗，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再烦我，我就不送你啊！你不送我，我就不给你做饭吃。此刻渔阳市机场，秦老刚从特殊通道进来，就看见站好的2排人，一排是大军区的军官们，另一排是省里的主要领导。不是让小周告诉你们不许来送了吗？怎么还是过来了？您来的时候就没能第一时间接到您，您要回去了，怎么能不送您呢？是啊，秦老，军区的同志们都自发的想来送您啊。江宁省是我的老家，我生在这片土地上，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可有如今这样安定繁荣的景象，辛苦你们各位同志了。我希望我再一次回到故土的时候，这里能被你们发展得更好，让百姓过上更富足的日子。放心吧，秦老。是啊，秦老，你也要照顾好身体。秦老也没有再过多停留，转身便上了飞机。众人直到飞机已经飞走，才散开，各自朝自己的专车走去。这一次秦老来，让我看到了省内的很多隐藏的问题啊！公安部门的同志在做警戒的时候，竟然意外抓到10余个有组织的黑恶团伙分子。经调查，其规模之大，违禁武器之多，让人炸实啊！所以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能够军警联手，对残余的黑恶势力予以严重打击。好，今日我要回军区处理一些事情，明日我带人到省委，对这次联合行动我们开会研讨。很快，各地的大学都已经开学了。林游带着凌云也在周末这天收拾好了东西，坐大巴车来到了江宁省的省会渔阳市。刚出车站，林游就发现了和以往不同，街上多了很多民警的岗亭以及特警车。看什么呢，哥？没什么，东西都拿下来了吗？都拿了，快走吧，我带你到我们学校对面的面馆去吃面，他家的面特好吃。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下午，林游给凌云送到了宿舍楼下，而凌云此时却哭了起来。哥，你都在渔阳住上一段时间好吗？多大了还哭鼻子？20岁的大姑娘，还跟个小屁孩似的，难道我还要陪你一起上学啊？好啊，好啊。怎么给你根杆子你就爬呢？你也不看看这两个好同学，哭啼啼的丢不丢人？哎，云云，梦梦，诗雨，男朋友长得还挺帅的嘛。是啊，谈恋爱了也不告诉我们，真不够义气。什么跟什么呀？这是我哥。你们好，我是林游，凌云的哥哥。经常听他提起你们，凌云从小没怎么离开过家，这2年谢谢你们的照顾了。原来是哥哥呀！你好哥，我们也总听云云说起你。是啊，大一他刚来的时候10句话都不理你，今天总算是见到活人了。这年轻孩子现在说话都这样吗？不是，诗雨的意思是以前你不是活人。你们要不要听听你们在说些什么？你的2个同学都挺可爱的。这样吧，明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那你的意思是你这2天不走了？我要见个朋友。那太好了，要不多见几个吧？快进宿舍吧，同学还等着你呢。好吧，那我们上楼了，哥，你忙完给我打电话。再见，哥。你在哪？好，我过去找你。此刻的京城，秦老坐在雾溪山干休基地的别墅窗边，看着眼前的棋盘，正在自己与自己对弈。秦老，保健局的专家到了，给您做检查。哦，让他们进来吧。不一会，几名保健专家走了进来。哈哈，秦老的棋艺已经打遍这雾溪山无敌手了，还这么刻苦，这让其他老首长可怎么办哟？我也就能在这雾溪山欺负那帮老家伙，可外面是山外有山呐。哦，难道还能有人下棋下得过您老不成？强中自有强中手，来吧，先量血压还是先量血糖啊？先量血压吧，毕竟这个是您老的老毛病了。专家看着血压仪，表情有了些许变化。怎么了？不对呀，血压130。怎么可能呢？秦老的血压在160才是正常的数值，从来没低于过150。换个血压仪试试。行了，别费劲了，我血压的毛病已经治得8九不离10了。秦老，您不是在开玩笑吧？这怎么可能呢？在象棋上，我都承认了强中自有强中手，难道在医术上就没有人比你们更高明了吗？这自然是有的，毕竟也有很多高手在民间的嘛。不过，这位高手，秦老方便透露是谁吗？你们保健局是不是有一位姓江的专家？姓江的专家局里有3位，不知秦老说的是哪一位？
周天东见秦老分明是想不起名字了，于是看了下人群中一位矮个子。秦老说的就是这位江云水，江院士。就是你，我有印象。云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实不相瞒，我也有些糊涂了，还请秦老为我们解疑。呵呵，你有一个学生很有本事。秦老，我授业20余载，带过的学生太多了，实在是记不清了。那我就再给你一点提示，他是一名中医。云水是西医神经外科的专家，怎么还有中医的学生呢？哦，难道是他？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您是遇到灵游了吧？哈哈，你的记性比我好。哈哈，不是我记性好，而是我的这位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哦，详细说说，你们都做。这个灵游是我带过最有天资的学生之一，可是在他大2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会中医。现在他虽然毕业了，可京城首都医学院的学生私下里还流传着不少他的故事呢。秦老听完，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种自豪的神色。不过这孩子个性太过强烈，我找关系给他保荐到了汉宁省的省医院实习，可还没半年的功夫，他就辞职不干了。辞职前给我打电话表示了抱歉后，就杳无音讯了。您老师在哪里见到的他？在江宁省，我的家乡。他为我治好了我的头疼病，用的可是中医疗法。对，秦老，方不方便给我们看看方子？秦老看了看周天东，周天东也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到书房里将药方拿了出来。这像是他能开出的方子，而且这手漂亮的行书也错不了。副局长黄思文伸手接过药方，当看了药方后，眉头却皱了起来。你这个学生好大的胆子啊！别的先不说，这剂量就已经在最高的标准上走钢丝了，一旦行差踏错，服药之人可能还会受到药物反噬。秦老，我方便腾抄一份吗？带回去研究研究。随你便，抄几份都行，但原本得给我留下。此时走进来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20多岁的女孩。曹爷爷，哈哈哈，我侄孙女秦娇，这几位是保健局的几位专家，黄副局长你小时候见过的。各位专家好，我二爷爷的身体辛苦你们啦。哪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毕竟他那么不听医嘱，经常偷偷喝酒。你这丫头，哈哈，如今你回来，可得替我们好好看着点秦老啊。你不是去临江省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下飞机就来看您了。在临江省待了多久？2个多月。你奶奶的身体好些了吗？手术后恢复多了，可这马上又入秋了，每年一入秋就咳嗽不止，你也是知道的。那徐老头的寿辰他来不了了吧？所以派我回来当代表啦。晚上留下吃饭吧。我约了几个姐妹晚上出去玩。哼，那就别回来了，晚上住大街去吧。那不成，明早我还得陪您吃早饭呢。说的好像你早上能起得来床似的。大领导母亲失眠导致黑眼圈堪比大熊猫，竟然7天7夜没能闭眼入睡，而全省顶级专家却都束手无策。此时却有人找到了林游，林游按照电话里给的地址来到了一个高档小区，只见一个年轻男人正焦急地等待着。这么热的天，怎么还站在这楼下等着？你可算是来了，今天这个忙你务必得帮，这可关系到我的仕途。这担子可太重了，我看我还是回去吧。拜托，咱俩还是不是兄弟了？说吧，又遇到什么难题了？年轻人名叫薛亚岩，是林游京城首都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常好。虽然在医术上比林游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但却为人圆滑，很快就当上了省医院副院长助理。说说吧，什么病情？我该怎么做？一个大领导的母亲失眠7、8天了，医院领导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让老夫人入睡，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你来给看看这病的怎么治，然后悄悄告诉我就行，治好这个老夫人的病，等兄弟我升官发财，肯定亏待不了你。哎呀，我听说渔阳的江鱼宴不错，我从小到大都还没吃过呢。你小子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那江鱼宴一顿能吃没我半个月工资了。那看来你也不是特别需要帮忙。行，你说吃咱就吃还不成吗？老夫人在哪儿？带路吧。10分钟后，两人赶到了现场。只见客厅有几位医生看着手里的医案，紧皱眉头。小薛，你去哪了？我接一个同事。齐院长一会就到，别乱跑了。好。屋里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若真可温形容，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一盏茶的时间，屋里进来3个人，领头的是一个秃顶男人，身后跟着2个中年人。前面的那位就是省医院的副院长齐爱民院长，我的老板。身后的是省内的杨主任和胡副主任。老夫人的情况怎么样？今天有没有睡上一会呀？几位医生闻言都低下头叹了口气。跟我进去看看吧。只见房间内的床上躺着一位老太太，蜡黄的脸色顶着2个重重的黑眼圈。齐院长来了，您快坐，我过来看看老夫人的情况。老夫人，我是省医院的小齐，您还记得我吗？记得。我把我们医院的2位神经内科专家一道请来了，您放心，肯定能治好您老的病的。兄弟，你看出什么来了？我离这么远，一没看到病案，
二没摸到脉象，你当我是神仙呢？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病。你不是神仙吗？在我印象里你就是啊。滚蛋，一会儿看看再说。2名主任给老太太听了诊，摸了脉。我们出去说吧，让老夫人休息休息。大家走出了房间，回到客厅。齐院长和几名专家主任交谈着病情。你说你一个医学生，怎么做狗腿子这么有天赋呢？激动什么？我这叫忍辱负重，等着厚积薄发。这时，2个主任各自敲定了一个方案出来。这2个方案早就试过了，可喝了几服并没见效。这时屋内走进一个中年男人，所有人见到后都站了起来。母亲的病还劳烦齐院长亲自跑一趟，辛苦了。麦主任每天为领导奔波，我们为您解除后顾之忧，您才能更好的替领导办事嘛。此时麦晓东目光正巧投向了林友，2人眼神对视到了一起。此人竟然是省委上院支书记的秘书麦晓东。哎，小薛啊，这是谁啊？怎么没见过？是谁带到这里来的？这是林大夫。大夫，咱们医院的大夫吗？哪个部门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今天能来这里的，可都是齐院长亲自点的将。麦主任怎么认识林游呢？麦主任，我们又见面了。还真是林大夫，没想到还能再见。这怎么回事？看麦主任对这位年轻人的态度，关系还不错。自己刚刚那番话是不是有些喧宾夺主了？这是我的大学同学薛亚叶，现在是齐院长的助理。是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看个病痛。我这同事心善，看老夫人被病痛折磨得太难受了，就想着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土办法，所以才唐突的过来了。竟没想到是您家的老夫人。兄弟，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是怎么和这么大的人物攀上关系的？原来这位小兄弟是和麦主任认识的，没想到居然和我的助理还是同学，缘分啊，都是缘分。既然林大夫来都来了，就麻烦您给我母亲看一看吧。哪来的年轻小孩也会看病吗？竟值得让麦大秘书以这样的态度对他？好，那我就给老夫人看看。里面请。妈还是一直没睡吗？熬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林游在房间里看了看，只见老人的房间很整洁，但令人好奇的是有婴儿的物品，可并没有见到有小孩子。妈，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位中医，让他给您把把脉吧。那麻烦你了。您客气了，我先给您要把个脉。后面的齐爱民等人看着这一幕，心想看看这个年轻人能给出什么不一样的结果来。可以了，老夫人，您没病。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老人失眠了7、8天不睡觉，怎么可能没有病？这年轻人到底会不会看病啊？这林大夫，你没看错吧？麦主任，我能和你还有嫂子以及老夫人单独聊聊吗？这年轻后生故弄玄虚。各位到客厅喝杯茶吧，忙了大半天了，都口渴了吧？众人听到此话，也便识趣的从卧室走了出去。现在没有外人，我便直说了。老太太7天7夜不睡觉，全省顶级专家却都无能为力，而林游却说老太太并未生病，还把众位专家赶了出去。现在没有外人，我就直说了。老夫人这就是忧思之症，不算是病，有道是心有千千结，便是如此。那得怎么医治呢？林游看了看3人，最后将目光落到了麦晓东妻子身上。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嫂子不久前流产了吧？你怎么知道？家里有很多婴儿物品，可却不见孩子，甚至连一张孩子照片都没有。凭借这个也不能就确定我妻子流产了吧？我是中医，对中药的味道极其敏感。嫂子身上散发出的当归白芍的调养女人小月子的中药味，我还是闻得出来的。听到这，麦母眼角不禁流下了泪水。6个月了，没能留住。医生说这次流产损伤很大，再加上她已经是高龄孕妇了，以后再能怀上的几率微乎其微。我都土埋半截的人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抱上孙子了。这个事天天在我心里堵着，憋屈死我了。嫂子，我方便替您把个脉吗？我给您开了2个方子，因为要喝上3服。您的身体不错，只不过这次小月子损伤了些元气，补一补元气，搭配秘方喝。还有几个新方式的时间，也给你们一并写上了。3服药后，你们再行备孕，下个月定能到达好消息。林老弟，真的吗？麦母闻言也激动的老泪纵横。小林，你没有骗我们吧？这种话我又怎么敢胡说？您老就健健康康的等着抱孙子吧。好啊，天不薄我麦家啊。这下您老能睡个好觉了吧？我给您留个药方，等您睡醒喝了，保证你生龙活虎，吃嘛嘛香。你别说，我还真有些困了。妈睡了，
喂，大哥，咱们出去说吧，让老夫人好好睡一会。他林老弟请。众人见到两人出来了，也都安静了下来。这位小林大夫是吧？你有什么高见啊？我刚才听小薛说你是中西医兼备，是打算用西医的手法治，还是中医的手法治呢？齐院长，我母亲已经睡下了。什么？多名省院顶级专家研究了6、7天，都未治好老太太的失眠症。这个年轻人进去正一回功夫，竟然就治好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啊，我二人可是在神经学有着绝对的话语权，都没有办法。他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解决方法？林大夫的本事，我见识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这是在质疑林由林大夫，还是在质疑我？不敢，不敢。大家也都辛苦了。过2日为曼克国际饭店，各位专家一定要到，到时我多敬大家几杯酒。众人见麦晓东这样说，虽然有些挂不住脸面，但还是客气了一下。毕竟能和省委大秘在一起吃个饭的机会，谁又想错过呢？林大夫，请留步。可还有事？哈哈，林老弟啊，时候也不早了，我请你吃个便饭。这个，你不会不给哥哥这个面子吧？那就让麦大哥后妃了。林老弟有安排？那倒没有，只不过和我老同学薛亚言对着齐院长的助理约了今晚一起吃饭的。哈哈，原来是约了薛助理了，那正好一起。毕竟还多亏了薛老弟的引渡大桥，我肯定也要好好谢谢他的。林老弟，你给薛助理打个电话，告诉他渔阳饭店。好，林大婶一忙完了，我正好刚下班出来，回家换身衣服。说吧，想吃什么？你挑地方。离了渔阳饭店吧，麦主任做东。简单的2句话，让薛亚言愣在了原地。廖玲，你确定是麦主任要请吃饭吗？快来吧，我们2个也高要过去。上车吧，林老弟。师傅，渔阳饭店，麻烦快些。渔阳饭店是渔阳最高档的酒店之一，这里除了消费高以外，大多时候都是用于领导宴请，所以一般人根本订不到包厢。林游和麦晓东刚到，就见薛亚言已经等在了门口。正式介绍一下，麦主任，老薛你认识的。在这江宁省，谁能不认识麦主任呢？这位薛亚言是我大学时期最好的死党，用京城话来说，铁刺儿。哈哈，今日相识2位老弟，我也很高兴。来，我们里面边吃边聊。刚进大厅，就见渔阳饭店的经理已经翘首以盼。麦主任，顶楼梅花厅已经安排好了。张经理，一会把我存的好酒拿出来几瓶。这位是渔阳饭店的张经理，以后来这里吃饭找他就行。这位是林大夫，还有薛大夫，我今天的贵客。麦主任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说一定要照顾好他今天的2位贵客。没想到是这么年轻的2位大夫，比人张大民，以后还得请2位多多关照啊。囊了，张经理客气了。我们2个都是大夫，可轻易关照不得呀。还是希望张经理身体健康吧。等电梯时下来几个人，走在最前头的一个魁梧汉子正是渔阳市公安局局长杜恒。麦主任，杜局在哪个厅？我送完朋友上去找你。梅花厅。行，我知道了。进到包厢后，在一番客气下，麦晓东还是把林游请到了主座上。省委大秘请林游吃饭，不仅来到了渔阳最高档的酒店之一，而且还把林游请到了主座上，甚至还亲自为其倒酒。林氏老大哥，我做这有些不合适。林老弟，今天说什么你都得坐在主座上，别再客气了。麦主任，现在上菜吗？上菜吧。好嘞，诸位稍等片刻。不一会，几名身材高挑、长相端庄的服务员端着酒菜走了进来。看来还得是多见世面啊。不是，你看啥呢？没事，兄弟，你看这菜多白。不一会功夫，渔阳市公安局局长杜恒走了进来。今天喝了差不多3斤酒，这帮家伙太能喝了，到你这套杯茶水解酒。杜恒刚坐下，就发现了有些不对劲。这主座上竟然是一个年轻人，能让麦大秘将主座上出来邀请的人，那得是什么来头啊？喝的太多了，都忘了礼节了。麦主任，这2位是老杜啊，老杜，你倒是问问清楚啊，这也太失礼了。这要是给林游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那我也没什么办法了。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市公安局的杜恒，杜大局长。我雷个乖乖啊！今天这顿饭局，明天回医院和别人吹出去，估计都没人信。自己居然和省委书记的秘书还有市公安局的局长吃了饭。这位是省医院的副院长助理薛亚言。白害自己这么紧张，原来就是省医院的一个小副院长助理啊。杜局长您好。好，这位是云岗村林大夫。林老弟，你换新手机了？对啊，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你那台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都转上门回收了，赚了27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赚着不止收手机，还趁着厂牌中提了回收。我哥的网球拍都是在省里买的，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都转到回收就对了。
什么？一个什么村里的大夫？这卖小东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啊？这位是扶风县云岗村林大夫，不是扶风县云岗村的什么大夫又能怎么样啊？等等，扶风县云岗村的林大夫，难道是那个云岗村？坏了，这点猫尿喝的，麦小东都这么提示了，自己怎么才反应过来？云岗村的林大夫，现在整个江宁省有身份的领导，谁不知道啊？那可是治好了中央老首长钱老的大夫，据说钱老还在他家住了好几天，就连省委上书记和大军区的顾大司令都对他抛出过橄榄枝。哦，原来是林大夫啊，失礼失礼。今天能见到杜局长，十分荣幸，大家快请走吧。别提了，刚刚是和大军区的几位军官喝的酒，这些当兵的太能喝了，我到现在都还晕晕乎乎的。是军警联合执法的事吧？是啊，这段时间他们也没少出力，所以今天我就摆了桌酒招待一下。麦主任，你怎么和林大夫约到一起了的？我母亲麦主任家的老夫人最近肠胃不是很好，正好我们碰到，就去给老夫人看了看，幸好没什么大碍。是啊，要不要紧？我这2天去看看阿姨。没事的，林大夫给开了个方子，已经好了，小毛病而已。哈哈，也是，林大夫医术高明，他出手自然是要到病除的。很高兴借着麦主任的东风认识2位大夫，我先干了，你们随意。本认为自己已经够能喝的了，没想到这杜大局长简直海量。杜局豪爽，不愧是我们余阳市1200多万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神，我也干了。哈哈哈，没想到林老弟也是海量啊。其实林游在5、6岁时就能陪爷爷喝上1斤了，且自己本就是一名中医，给自己扎上一针，也能瞬间解酒。林老弟，我们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有老哥我能帮得上的地方，尽管打电话。当然可以。酒过3巡后，几人便下楼了。杜恒的办公室主任也等候多时了，赶忙上前扶好了杜恒。刘主任辛苦，把杜局安全送到家。放心吧，麦主任。麦主任，林老弟，有机会我做东，咱们再约，定要喝个尽兴。一定的，杜大哥咱们改日再去。刘主任，这是解压家里常见的东西，解救心脑的。你送杜局回去后，给他用热水冲泡后喝下去，因为杜局明天投他误了正事。好的。哈哈，老杜是个直爽的人，让林老弟见笑了。大力，杜大哥是真性情，麦大哥回去试试，如果以后再喝酒，也可以提前喝，保证头不疼也不晕。这可是好东西啊，平时应酬多，有大用处了，那就谢谢林老弟了。哦，对了，你来省城有没有住的地方呢？不如我就在这里给你开间房吧。亚亚还是单身，我住他家就成。哈哈，他每次来渔阳都是住我那里的。这徐亚言与林游还真不是一般的交情，看来以后和这个小助理多亲近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上车吧，送你们回去。3人道别后，看麦小妹的车子走远，薛亚言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我憋了1晚上了，老林，你怎么和这些大人物走到一起了？看样子杜大局长也是之前就知道你的。”天机不可泄露，快回去给我煮碗面吧，我都没吃饱，喝了1肚子的酒。要提起怎么和麦小东认识的，那就得提起秦老来。林游清楚秦老的事不能任由乱说，便将此事对薛亚言隐瞒了起来。既然林游闭口不提，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好奇心害死猫，尤其是上面一些大领导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林游既然能把自己介绍给这些大人物，就说明自己在他心目中还是好兄弟的。那让兄弟为难的事，自然也不能去做，还是不要再打听了。2个男人半夜3更却还精神亢奋，异常清醒，甚至一夜未眠，只因第2天林游要去拜访一位大人物。吃过早饭，林游来到了一个别墅区外。是小游啊，快进来。齐阿姨，好久不见。是啊，你上次来还是过年的时候呢，一晃大半年了。魏爷爷呢？在楼上书房呢，快上去吧。好。此刻书房里坐着一位白胡子老头，神定气闲，书桌上有副书法，笔锋苍劲有力，浑然天成。谁来了？魏爷爷，是我。是你个猴崽子，怎么也没提前打个招呼。白胡子老头名叫魏书阳，是林游爷爷林广来的生前好友，退休前是中央保健局的中医专家。坐吧，自己倒水喝。魏爷爷的书法写得越发好了。哈哈，有没有比你爷爷写得好？魏爷爷，您这不是给我高考呢吗？这个老家伙都死了，你就不能和我活着的奉承奉承吗？你们2个人的字各有各的风格，我爷爷的字里更多的是大道化简，而您的字里却包罗万象，没法放到一起评价的。滑头，哎，这个老家伙就是脾气太暴躁，个性太强烈，一辈子都受不得一点委屈，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不然也不会烂了那样的下场。你呀，都是被他带的，太有个性，任思礼，再这样下去，我真怕你步了他的后尘。我爷爷认为那样的人生值得，
那便是他最好的归宿。至于我，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人总要为了点什么活着，不是吗？他这一辈子比老林老选择退隐，那是他的选择。可你年纪轻轻的，又有如此天资，不应该埋没在那小山村里的。林游没有说话。要是说起林广白和魏舒阳，那就得从他们年轻时说起，其中也包含着林游的身世。林广白原名林元，与魏舒阳在革命时期就是好友。中央保健局刚成立，就成了第一批专家。可就在一位老首长重病的时候，林广白拿出的方案被采纳，但当时局里的一个领导觉得下药太猛，就擅自减了药量，最终导致那名老首长没有得到救治，便病故了。那名领导怕自己受批评，就把一切的事情都推到了林广白的身上，让他背了个大处分。脾气暴躁的林广白一气之下离开了保健局，做起了云游四方的游医。也正是在做游医的路上，捡到了襁褓中的林游。他年轻时妻子在抗战中不幸身亡，捡到林游时觉得是上天给他留了个后，便打算把一身医术都传给林游，也包括他祖传的林九针，就留在了扶风县的云岗村落了脚，开了一个小医馆三七堂。而凌云是他上山采药的时候发现的襁褓女婴，林广白随即也将这女孩收留，并也传授医术。没想到这一男一女两个弃婴，在医术的学习上一个比一个有天赋，这也是让他晚年的10几年里最欣慰的时光。从而魏舒阳也把林游和凌云当成了自己的孙子孙女般对待。听说你救了秦媚山，恰巧遇到，不是什么大病。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你要把握住。你还有更远的路要走，终有一天会明白，救一个人只是小善，而用你的所学能救一方人才是大善。我知道了，魏爷爷，我会考虑的。能待几天？这2日就回去了。小云恰好开学，正好来送送她，也来看看您老。吃了午饭再走吧，告诉那丫头平时多来看看我，没良心的小东西。她倒是想来看你，可您都铁了心的想让凌云给您当孙媳妇，她哪还敢来呀？今天的京城雾溪山甘修别墅的徐家，来来往往祝寿的人络绎不绝。此时的别墅内客厅，几个老人坐在沙发上，正守的正是今天的寿星徐老。徐天辉解放后在军中担任要职，一旁坐着的正是秦老。客厅里还站着很多晚辈们，其中就包括秦老侄孙女秦娇。本想着就咱们老哥几个聚一聚，没想到还把这些后生们惊动了。他们有这份孝心是好事。要不是你不说，我们家那2个猴崽子都快1年没见到影了。是啊，雾溪山很久没这么热闹了。这时孙辈里一个头发留得很长的年轻男子走到了秦娇的身边。娇娇，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好久都没见到你了。曹云飞，咱俩很熟吗？比较的那么亲近。曹云飞，父亲是京城某部担任副职领导，爷爷是军委退休老首长曹老。你二爷爷和我爷爷几10年的革命友谊，咱们不是应该更亲近些吗？他们是他们，你和我可没那么多友谊，我劝你放尊重些。曹少，识别了，出了名的京城小辣椒，你好端端的惹他干嘛呀？老子就爱吃辣。曹少有气魄。就在此时，徐家别墅外一辆军车比一辆黑色奥迪稳稳停住，一个中年男人下了车，肩膀上的3颗匠心熠熠生辉。此人正是秦老的儿子，现任总参副总长的秦川伯。徐叔，祝您福寿延年啊！你说你那么忙，还专程来一趟干嘛呀？哈哈，再忙也得给您老祝寿啊！最近身体还好吧？呵呵，还好，虽说没有你父亲那么硬朗，但再干10年革命是不成问题的。前2天我去了一趟老书记那，他让我把这幅画带给你。打开卷轴，只见画面上一只仙鹤在一棵苍老挺拔的松树前仰头望日，跃然纸上。松鹤延年，亏着老书记还惦记，如果那些弟兄们也在，能够看看如今的盛世该多好。是啊，都是在一起战斗了一辈子，老同志忆往昔峥嵘岁月，如今也都英雄老矣。一个小小的山村干部却被省委书记视若珍宝，并且多次抛出橄榄枝。此刻林游接到了省委秘书打来的电话。赖大哥，有什么事吗？哈哈，林老弟，你还在渔阳吗？在的。那你方便的话来省委一趟吧，尚书记想见见你。好，我现在过去。一定是麦小龙和尚远志说了自己来渔阳的事，而尚远志之所以见自己，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进来。麦晓东此刻正坐在办公椅上，拿着一份文件打电话。好，整改后即可下发下去。哎，就这样，让你久等了，林老弟。麦大哥日理万机，无妨的。坐，尚书记在和下面的一个市长谈话，等会儿结束了，我带你去见他。老夫人的身体怎么样了？哈哈，林老弟，你可真神啊！昨晚我回到家，老太太还在睡着，一觉睡到了大天亮。醒来后只说身上松快了不少，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就好，本打算电话问问你的，怕你忙，也就没打扰。和我你还客气什么？以后无论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给我。今天尚书记恰好问及我家老太太的身体情况，我也不好隐瞒，就如实说了你来渔阳的事。林老弟，你可不要多想啊。
赖大哥多虑了，我的行踪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又怎么可能多想呢？哈哈哈，林老弟心胸豁达，倒是哥哥拘谨了。书记，小林到了吧？就在我办公室，我现在带他过去见您。过来吧。走吧，林老弟，尚书记现在见你。江宁省省委书记办公室。小林，坐。麦小东见没有叫自己留下的意思，就给林游倒了杯茶水，然后就离开了。云岗村一别，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啊。劳烦尚书记还记得我。这次来于杨氏办什么事吧？我妹妹太学来送她。我记得你说过，她在咱们江宁医科大学读书，以后也会是我们江宁医疗卫生系统的人才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越多越好啊！多谢尚书记抬爱，为国家出一番微薄之力，自然是我们沐浴在和平时代的年轻一辈应该做的。秦老对这小子的态度非同一般，只要他能留在江宁省，还怕秦老忘了自己吗？上次我和你说，想要保荐你到省里的卫生部门工作，这段时间你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改变啊？下个月是我爷爷的3周年忌日，等我手下期满再做打算吧。好，不急不急。最近秦老的血压状况恢复的怎么样了？看来邵远只是想知道这段时间自己和秦老有没有联系。老爷子的身份非同一般，我也不好打扰他老人家。你既然作为秦老此次生病的大夫，理应对病人负责到底嘛，偶尔询问一下病情和恢复情况是正常的。你不是也说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不是吗？老爷子的身体，周处长有了交代的。对了，我下午还有个会要开。那尚书记，我正好也还有事，就不多叨扰了。我让麦主任送你。两人走出省委大院。林老弟什么时候回去？在渔阳也没什么事啊，这2天就要回去了。离开前务必要给我来个电话，我找人送你。不用麻烦了，麦大哥。你既然叫我一声大哥，这点小事还谈什么麻不麻烦的？我离开前肯定找你，请你喝酒。哈哈，那感情好，上次没有尽兴，到时候我肯定给你喝趴下。一转眼已经下午4点多，林游来到了省医院找薛亚妍。看来医院的情景都是大同小异，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人山人海的。有多少人自个包里装着的是自己一生的积蓄，但为了家人的健康，马上就要拱手他人了。刚到2楼，就见几名医患家属将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围在了中间，薛亚妍也正在其中。哼，你们都是心？什么医生？我儿子送来这么久了，就给这么晾着，快半个小时了，你们医院安的什么心？我们现在医生实在有限，刚刚又送来2伙车祸的患者，根据从重处理的原则，就先让您儿子等一等，你们别着急嘛。他娘的，从重处理，那就不讲先来后到了。我侄子的胳膊要是有个3长2短的，信不信医院我都给你们砸了。只见长椅上女人怀里有一个小男孩在嚎啕大哭，一只手臂无力地耷拉在椅子上。这样吧，带孩子先去拍个片子。拍片子？等片子出来黄花菜都凉了，现在就给我侄子治。那你想怎么样嘛？不拍 X 光片，我也不清楚孩子的详细情况，没办法治啊。你们医生是干嘛吃的？不拍仪器就不能治病了是吗？现在就治！小孩的家属将医生都围住了，而那边重症患者已经在手术室等候多时。报警！快先报警！报警！就是报警，你们也得把我家小孩治好。奶奶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谁，信不信把你腿打折了？林游趁着这时没人理会一旁长椅上的孩子，于是就走了过去。你好，我也是一名大夫，和我说说孩子是怎么受的伤吗？在家理完的时候，从2楼掉了下来，手臂磕到了1楼的茶几上。大夫，这是骨折了吗？林游看了看小孩的皮肤，确实除了胳膊以外，还有几处淤青，显然是摔的。我方便摸一下孩子的胳膊吗？他现在不让别人碰他胳膊，应该特别痛。我会轻一些，不然我也不清楚孩子究竟伤势怎样啊。那你注意一点。林游得到小孩妈妈的允许后，便把手放到了小孩的胳膊上，一处一处的轻轻感受着骨头的位置。可正在要结束的时候，好疼啊！这一喊不要紧，那边吵闹的人群瞬间安静，都转身看了过来。重症患者躺在手术室，却无人问津，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原来医生都被家属堵在了外面，要求必须先给旁边的小孩治疗。林游上前帮忙检查了一番，却被严厉呵斥：“住手！你他喵干嘛呢？麻烦你说话放尊重些。”这名大夫说给小宝看看伤势，好方便治疗，你们都先别激动。大夫怎么没穿白大褂？你个傻女人，不清楚是什么人就让他碰小宝，万一给弄严重了怎么办？到时候谁给负责？廖林，你什么时候过来的？薛助理，这人谁啊？不是咱们医院的大夫吧？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是我同学。林游此刻不想争执，趁现场的几人没注意，直接拉起小孩的手，一拉一送，瞬间完成操作。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不哭了。小朋友，你抬一下胳膊，看看能不能动。小孩尝试了一下，竟然真的抬了起来，还是有点疼。
怎么还会疼？脱臼加骨裂，脱臼的胳膊我给安了回去，可骨裂就只能用药治疗了。一会儿医生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这是医院，你家小孩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也是命，不要再耽误医师工作了。我先去你办公室等你吧。谢了老林，我处理一下后续的事，就回办公室找你。晚上去哪吃，你随便挑，我请客。小孩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薛亚妍也就搬回了自己主场的态度。几分钟后，医院就恢复了正常秩序。薛助理，你那位同学是什么来头啊？你看这片子。薛助理换新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这是我在转转买的二手华为 Mate 40 Pro，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剩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球鞋了。最近好多人在用转转。是啊，转转是个官方二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外面的二手正规，上面的平白也挺划算的，推荐你也去转转。猴旧的骨头接的严丝合缝，就连骨裂的地方都被贴得如此吻合，后续咱们就只需要给做康复治疗就行了。哎，意料之中，没什么可惊讶的，他的本事我还是有数的。这样的高手，薛助理不和岳领导申请，听到我们这来工作吗？那是我能说了算的吗？从他大学毕业到现在，想留他零油的医院还少吗？谁留得住他了？薛亚妍办公室，老林啊老林，又给我长脸了。我给小云打过电话了，他们已经出发了，我们也走吧。你们兄妹俩是都着急宰我一顿啊？少废话，今天好好让你出出血。你们还真瞧得起我那点工资。我兄妹俩还没打算把你那点老婆本都吃光。小云选的是这。吓死我了！快走，今天随便点啊！瞧你那点出息。刚走进店里，就看到了凌云和两个女同学梦梦和诗雨在有说有笑。你哥来了，哥在这里。点菜了吗？请客的没来，我们哪能先点菜呢？姑奶奶，你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好好和你爱云哥说话。得，这两位是小云的同学，望梦和诗雨，我没记错名字吧？林游哥，没记错。这个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好哥们，薛亚妍。哦，亚妍哥好，亚妍哥好。哈哈，你们好，你们好。就在这时，几个看起来喝醉的男人走了进来。老板，50串大腰子，其他的菜单上有的一样来20串，再来10箱啤酒。兄弟，这是喝完一场了吧？我先给你们沏壶茶解解酒。你听不明白普通话是吗？我们陈少让你上酒就上酒，废什么话啊？又不是不给你钱。我知道几位兄弟不差钱，我就是关心一下。快上酒，别惹我不开心。得了，我现在就给你们搬酒。几个人等酒时大声的说笑，嘴里大多都是污秽不堪的话。朋友，小点声，大家都在吃饭呢。没办法小声，受不了你就滚。你说什么呢？哟呵，你和谁说话呢？是不是没挨过打？和这几个醉鬼计较不值得，咱们也吃的差不多了，走吧。走，咱们换地方。往哪走啊？你怂啊？刚刚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朋友，我们先走了，你们继续喝着。想走可以，给我们陈少道歉。别欺人太甚了，我们走还不可以吗？我就欺负你怎么了，臭娘们！他喵的，给我干他！林游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说了现场情况和具体地址。小云，让你亚妍哥送你们先回学校吧。我不走哥，他们太过分了，我要亲眼看他们被警察抓走。两桌人高下立见，几人根本就不是话。林游看不下去，正要上前制止，就见一个酒瓶从自己眼前飞了过去。扔酒瓶之人正是凌云。都住手！女人都打，你还是男人吗？是啊，再怎样也不能打女人啊！小娘们，你敢打我？等会老子把你带走，让兄弟们玩死，你信吗？小娘们下手还挺狠，把他们3个都带走，晚上大伙场见。你说什么？我说今天晚上，我再给你个机会，你敢重复一遍吗？陈少想挣脱林游，可发现自己浑身都酥麻无力。其实林游的3根手指掐到了后颈3个穴位上，纵使是大力士，也会全身瘫软，动弹不得。现场的人都被这一幕看得愣住，不敢吱声。小混混在烧烤店横起大刀，林游出手制止，执法人员却不分青红皂白。原来小混混竟是关系户。看马叔，给这群不长眼的都抓起来。马叔，我爸可是派出所局长，你小子算是摊上事了。今天闹事的所有人都和我回所里配合调查，全部带走。闹事的是他们。是啊，我们是受害者，凭什么带走我们？他们我也要带走的，你们也是案件有关人员，一样都要配合调查的。你个小娘们还敢叫冤？老黑的头就是被你砸的，抓起来判你个10年8年的都正常，是吧，马叔？小祖宗现在攀什么关系？等把这些人带到所里，不是我说是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了，全部带上车，收队。渔阳市派出所，把身上的手机、金属物品都拿出来，放到这个箱子里。希望麦小东能看到自己的电话吧。京城的雾溪山，已经睡了的秦老房间门突然被人敲响，进来。秦老，徐老病危，此刻正在抢救。你是说天辉？
是的，徐天辉徐老，现在保健局的专家和京城医院的医生都在徐家。院长打电话过来，怕你见不到徐老的最后一面，所以首长，给我拿衣服，现在就去徐家。此刻雾西山徐家正在紧张地给徐老做着抢救。徐老的儿子，现任高法副院长的徐强站在一旁强装着冷静。秦伯伯，您来了。天辉现在状况如何？不是很好，刚刚保健局的医生已经给下了病危通知。秦伯，惊扰您了。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阎王和小鬼要不了他的命。情况怎么样？徐老的心脏本就有大量积液，始终未能排出。今日情绪激动，致使心包炎的病症加剧。现在心包积液已经导致了呼吸障碍，情况很不好。你别和我说那些术语，我听不懂。你就告诉我怎么治能保住命。如果按照西医的方案，首先需要手术将徐老的积液抽出，并且配合消炎。但徐老现在的身体情况，上了手术台我怕下不来。那现在呢？能为他做什么？现在我们只能为徐老多争取些时间。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我们倒是设想了一个方案，但是可行性不高，几乎没有。什么方案？快点说。用银针引流的办法，将徐老心包的积液引出。因为银针很细，所以会一定程度的降低很多风险。不过我所知道的会银针引流的大夫，只有大国手林老以及冯老，但是冯老已经过世，林老又已经100岁之龄，已经做不到这样高强度的用针了。银针引流，哎呦，怎么把他给忘了？09针嘛。秦伯，您是有办法了吗？秦老，谁是09针？这个称呼怎么这么熟悉？似乎在哪里听到过。我倒是有个大夫可以推荐，不过这个大夫年纪比较轻。我虽然和你父亲关系匪浅，但毕竟你是他的儿子，用不用你来决定。秦伯，麻烦您了，无论我父亲能不能转危为安，您的这份恩情，我徐家人都没齿难忘。走，我们出去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务必拖延时间，吊住天辉这口气。放心吧，秦老。秦老和徐强来到了客厅，周天东快步走了过来。3件事。第一，向军委报告，我要让江宁军区派出一辆直升机来京城。第二，得到批复后，给江宁军区司令员顾振林打电话，让他执行此事。第三，告诉凌游，让他务必第一时间登机赶来京城，一会你去向黄思文要病案，让他在路上就做好治疗方案。和凌游说，就当我这个老头子买他一个人情。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秦老需要提到人情2字？而此时的渔阳市派出所，凌游等人还在留置室里等待着审讯。谁是凌游？我就是。到你了，跟我去做笔录。没事，别害怕。凌游被带到审讯室坐了下来，对面坐着副所长马建涛以及记录员。讲述一下事情经过吧。凌游便将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听完后，马建涛气愤地敲了敲桌子。什么叫做正当防卫？什么叫做你出手救人？你这就是恶意对被害人陈伟实施暴力，且杀人未遂。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才制止了你的犯罪行为。行凶打人的可是你口中的陈伟一伙人，他们呢？为什么不在留置室？他们是受害人，身上受了伤，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这也有伤员，为什么不给他们也送去治疗？硬伤自然是有规定的，你如实交代你的犯罪行为就好了，不要说多余的废话。这时留置室里凌游的手机持续震动着，一旁的民警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可还没等放回去，电话又响了起来。你谁呀？别再打了。来电的人正是麦小东。会议结束才看到凌游给自己打的电话。你是谁？这个电话怎么会在你手里？我这里是长宁街派出所，你打电话这人涉嫌聚众斗殴，现在正在接受调查，不要再打过来了。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把林老弟给抓了。谁呀？是我，上书记。下集正在加急制作中，尽快给大家更新。有很多宝子不知道谁10有这本小说在哪看，我来教大家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搜索神10游，出来第一个就是了，全文免费，支持一下。徐老首长命悬一线，专家却无力回天。此时秦老却想到了凌游，关键时刻凌游竟被诬陷入狱，背后大佬正在悄然发力。此刻省委书记打来了电话：小麦啊，你知不知道凌游现在在哪？我也是刚刚得知，凌游现在在山门区长宁街派出所呢。什么派出所？不管发生了什么，务必全把他带出来。明白。京城有人找他，尽快。我知道了，老板，我立刻去办。麦小东挂断电话，就给公安局局长杜恒打了过去。老麦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啊？老杜，你赶紧去长宁街派出所，凌游被他们抓了。什么时候的事？你先别管这些了，尚书记刚刚和我挂断电话，让第一时间将凌游带出来。好，我现在就过去。同一时间，军区的直升机已经准备完毕，顾振林却迟迟联系不上凌游，于是给尚远志去了电话，才得知了凌游的处境。
他奶奶的，这不是天难吗？徐老首长性命关天，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给林游抓了起来？传我命令，司令部、警卫连紧急集合，全部都有，子弹上膛，前往长宁街派出所立刻接出林游，然后送到机场登机。这时派出所里的林游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找他，而那个马副所长还在耀武扬威的给林游扣着帽子。我告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最好自己认罪，我好能替你写减刑书。我没有犯罪，认的又是哪门子的罪呢？就在这时，派出所门口2辆汽车一个急刹稳稳停住，来的正是市局局长杜恒和省委大秘麦晓东。老杜，快去把人捞出来！两人刚迈进门，门口的值班民警就走了过来。你们什么人？我是杜恒，你们所长呢？杜局长你好，今天所长请假了，马副所长值班。把他给我叫出来，立刻，马上。是，明白。民警刚转身，就被门外一连串整齐的踏步声吸震住。只见门外来了数辆军车，整整100多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士兵。5分钟内接出林大夫。我是渔阳市公安局局长杜恒，军区副参谋长郑芳。郑参谋长，这什么情况？受顾司令命令接林游大夫。这怎么还连军方都惊动了？你是？省委办公厅综合2处麦主任。省委大秘啊，麦主任你好，事关机密，我想你们来也是为了林大夫的事吧？既然都是一个目的，就不要多问了。真想掐死这个马建涛，大半夜的怎么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而此时审讯室里还不明所以的马副所长，还在滔滔不绝地冲林游威逼恐吓着。谁呀？毛手毛脚的，我特喵。请问您可是林游林大夫？怎么回事？不就是联系了小麦小东吗？省委大秘也没权利这么大张旗鼓的找军方的人来捞自己啊！我就是林游，顾司令让我们来接您，请您立刻和我们走。好，你们出去说。我的个乖乖，这到底是什么人呢？怎么军队的人都来捞他？还是受司令的命令来的？陈伟啊，陈伟，你可他娘的把老子害死了！林游刚刚出门，就看到了一旁的麦晓东和杜恒。麦大哥，杜大哥。怎么样，林老弟，没受伤吧？有没有什么事？不会，没事的。林大夫，我们抓紧时间，现在你就随我走吧。好，对了，杜大哥，我妹妹还有我朋友还在里面，还麻烦你。林老弟，快忙去，剩下的事交给我就好，是非黑白我会调查清楚，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结果。谢谢。军车拉着警报，一路狂奔，原本需要将近1小时才能到达的军区机场，竟不到半小时就抵达了。顾司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冷，京城的一位老首长身体出了问题，此刻正在抢救，勤劳命令你务必第一时间抵达京城，兵案都在直升机上，你路上看好。快出发吧。这时的京城机场，周天东正翘首以盼地等待着江宁来的飞机。终于来了。林有手拿着一个文件袋走了下来。林大夫，情况顾司令和你讲过了吧？事不宜迟，议案我已经看过了。林大夫，秦老让我告诉你，请你务必不留余力，这次就当他老人家买你一个人情了。让秦老放心，我林有尽当竭尽全力。车子来到雾溪山，到了。林大夫，你进去后言行举止尽量注意一些。我知道，周大哥放心吧。林游刚到客厅，就看见偌大的客厅里有很多人，秦老身后站着一个女孩，正是秦老的侄孙女秦娇。老爷子，小林啊，大概情况你都清楚了吧？保健局和京城医院的同志也在，你们研讨一下，拿出个方案。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徐老给我去见马克思。而此刻，徐老的儿子，身为高法副院长的徐强看到林游后，也不禁心中一紧。刚刚秦老交代大夫很年轻，但也没想到居然这么年轻啊！我是病人的家属，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是清楚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我父亲就拜托你了。您放心，我定当竭尽所能。病人在哪？劳烦你带路。和我来吧。二爷爷对这个年轻人的态度非同一般，而且对此人还很信任的样子。这人身上的气质给人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好像会让人徒增几分心安。林游和徐强还未进卧室，京城医院副院长张文华急匆匆地走了出来。徐老情况很不好，血压和心跳都在下降。听到这个情况的林游也不吭声，朝卧室跑了过去。这是谁啊？怎么跑进去了？此时房间内2名医生正要给徐老用除颤仪做抢救。快住手！徐老首长生命体征急剧下降，紧急时刻，医生决定使用除颤仪进行抢救。房门却突然被撞开，林游竟闯了进来。快住手！你是谁？我是秦老安排的医生林游。原来是治好秦老头疼病的那个年轻大夫，江云水的那个学生。病人此刻生命特征微弱，急需抢救。你为什么叫停？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能治，我可以不上手，你们继续。但如果让我来抢救治疗，那就要一切听我的。难怪那天江云水说他这个学生梦浪大胆，此刻一看果真如此。那要林大夫试试吧。
麻烦把您的听诊器借我一用。此刻外面的人也都进了卧室，但都没有出声。房间里只有医疗仪器和呼吸声，气氛压抑且紧张。林由摘下了听诊器，拿起徐老的手，开始给徐老把脉。给我拿个毛巾或者纸巾。众人闻言都有些慌乱的寻找，而秦娇此刻却二话没说，将自己的丝巾递了过去。林由接过丝巾，取出针盒，抽出了那根金色细针。众人看到后纷纷震惊，只见那根金针很长，而且细如发丝，一般人想要扎人都成问题，所以更别说扎进穴位里了。林由用手在徐老的心脏处摸索了几下，就将金针刺了进去。细针没有丝毫弯曲，直直的全部进入了徐老身体，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针头。又将丝巾垫在了金针下方，随后又取出了一支较粗的银针，刺入了徐老所骨下的一个穴位里，随之用手捻动一下银针，心脏那里的金针针头处就流出了淡淡的浑浊液体，一滴一滴的滴落在刚刚垫在下面的丝巾上。治疗很累，林佑额头已经布满了细汗。秦娇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擦口红的纸巾，犹豫要不要将这张纸递给林佑。这时汗水流进了林佑眼睛，秦娇见状赶忙帮林佑擦拭了汗水。谢谢。而这时徐老从心脏处流出的液体已经将那个丝巾打湿了大腿，仪器上显示的心跳血压有了明显好转，充分说明徐老已经脱离了危险。林由见差不多了，就拔出了银针，接着又一点点的拔出长长的金针。叫人去按方抓药，3小时之后清水间半个小时再给病人服下。林由又拿起徐老的手诊了脉象，随后将脖子上的吊坠取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了一个药丸。瞬间众人就觉得异香扑鼻，让人觉得神清气爽。这是何物啊？这是我和我爷爷用7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找到的几味稀有药材制作成的药丸，没有名字。我儿时戏称它为小神仙丹，因为爷爷说，纵使人已经咽气了，只要身体机能没有完全丧失，都能救起来再活上几个小时。林由说罢，将小神仙丹给徐老喂了下去，只见徐老眼皮竟然动了2下。老爷子眼皮动了。不，你好好休息吧，别说话了。天辉呀天辉，你总算又活回来了。之前听将云水和秦老夸赞林佑，还觉得是夸大其词，可现如今真是觉得一辈新人胜旧人了。药物正在梳理老人家的经络，还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全苏醒。大家都出去吧，让老人家休息休息。好，我们出去吧，让天辉休息。当下卧室里就只剩下林由和几名大夫。刚刚救人心切，小辈出言不逊，惦您赔个不是。紧要关头，医生的第一职责是救人，你做的对，何错之有？无妨的。哈哈，后生可畏啊！介绍一下，这位是京城医院的张文华副院长。张院长您好。之前我还在好奇，为什么秦老力荐你来，但现在我了然了，思路清晰，手艺高，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您过奖了，我们稍后再续。小玲，你快去歇息吧。是啊，刚刚定是费了很大的心神，快去休息一下吧。好，那我先行告退。转身来到客厅，徐老儿子徐强上前一把抓住了林由的手。林大夫，真是多亏你了，救了我父亲一命。医者本分，徐先生不必多礼。小玲，你过来坐，病人的情况应该不会反复了吧？放心吧，老爷子，日后注意调理，相信徐老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的。累坏了吧？今晚就去我那里歇息。那林大夫，接下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家属做的？按照我的药方，把药抓回来后，大概凌晨2点就必须老喝下。这些事情屋里医生们就能做到，明日我回来复诊。那林大夫就早点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还要讨找你。好，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联系我就好。既然天辉没事了，那我们就都回去吧。林由很快来到了秦家。小玲，让天东带你到2楼的客房去住，快些休息吧，今日辛苦你了。二爷爷，我也在2楼住，不方便吧？又不是在一个房间，有什么不方便的？哦，对了，这是我侄孙女秦娇。秦小姐你好，刚刚多谢了。没关系的，不用客气。明日我早早为徐老复诊，就在这里睡一夜。老爷子你们也快去休息吧。这像什么话？你不用理会他，都是被我们惯坏了。二爷爷我没有。不要拘束，我在云岗村你家里的时候都很随意，你来到我这里也不要把自己当客人嘛。听你老安排。林大夫，和我上楼吧。林由随周天东上了2楼，留下了1楼的秦老和秦娇。你呀，太失礼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的，二爷爷。秦老见秦娇的脸颊浮现了一抹微红，突然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乖孙女，你觉得林由这个人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就是人怎么样嘛。医术蛮好的，二爷爷，我困了，不说了，我回去睡觉了，晚安哈。我觉得这小子挺不错的。这时客房的林由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给薛亚妍打过去。喂，哪位啊？老徐，你们回去了吗？老林啊，你去哪了？打你电话一直关机，麦主任和杜局长也没对我们说你究竟去了哪里。小莹担心的都哭了。我没事，就是来京城办点事。你们都还好吧？我们都好，麦主任和杜局长把我们接出来的，杜局又亲自开车将小云和默默诗雨送回的学校，你放心吧。没事就好。
今晚受惊了吗？快睡吧。我倒是没事，只不过小云他们吓坏了，给小云报个平安吧。好，我知道了，老薛，早点休息。你也是。林游挂断电话后，给凌云发了一条短信：请平安，无昧无言，明日给你回电。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而林游只需一眼，竟将女人在娘胎里的事情都说了出来。秦小姐是不是常年失眠？纵使夜里睡下了，也梦多口干，浑身发累。哦，你怎么知道？手脚异常寒凉，纵使6月3伏，只要气温下降，就会全身发冷，伴有心燥喜病，总想喝冰水镇静心神。自己身上的症状，建议林友所说的分毫不差。这个病状我儿时就有，后来也曾找过中医调理，但喝过几副药也没有效果，也就习惯了。体寒的毛病应该是你在胎中就落下的病根。令堂怀胎时应该落过水，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令堂也有和你相似的病症，只不过区别于你的是，他不喜吃冰，遇到寒凉之物甚至会打冷战。此言一出，秦娇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第一步，看你的气血和脸色就能看出来，综合你的病状，再结合病理做分析，所以能大概知道令堂的身体状况。娇娇的妈妈在怀胎7个月左右的时候，失足掉到了公园的小湖里，万幸遇到了一个云游医生正好在场，及时的医治给娇娇保住了，但她母亲还是受了寒，没想到后来这个病根居然被娇娇从母胎里也带了出来。我能给你把个脉吗？当然可以啊。秦小姐出生后是不是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黄疸，然后又得了肝气，继而肝气发热不止？没错，娇娇就是在我这里出生的，我印象很深。记得那名云游医生当时救了娇娇妈妈后，说过娇娇出生后会发这2种病，还给开了个方子，说以备万一。没想到娇娇就真的发了这2个病状，于是赶忙试了那药方，吃了药后居然2天就痊愈了。这就对了，秦夫人露水着凉，婴儿不比大人，她出生后就导致了黄疸和肝气的发病，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为寒，但秦小姐喜吃冰的原因，是因为肝气致使了脾胃受损，脾有积热，多年了都寒热相接，开驱寒的药，但脾热就严重；开除热的药，可体寒就严重，所以变成一个无解之题。笑什么？我笑是因为知道那个云游医生给你开的方子里有哪一味药了。哪味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秦椒。叫我干嘛？我是说，他给你开的方子里有一味药叫做秦椒。哈哈哈，小玲说的没错，全家人得知药方里有一味药就叫秦椒时，觉得是这个药材救了你的命，会给你带来好运，所以就给你取了秦椒的名字。不是，我叫了23年这个名字，今天我才知道，我居然是一味药材。哼，我不信。哈哈哈，这你有什么不信的？那药方我还留着呢，就在书房里。稍等。片刻后，秦老手持一张药方走了过来。你看啊，这不写着呢吗？灵油秦椒汤，秦椒12克。灵油和秦椒此刻眼睛都直了。我爷爷，你爷爷林广白，我爷爷的名字，字迹也是他的。我记得云岗村3期堂的匾额署名确实是林广白3个字。哈哈哈哈，缘分都是缘分啊！秦家和林家竟然20几年前就有此等渊源。林友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秦娇更是被一连串发生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不知不觉中，你林家爷俩竟然救了我们秦家3条命。古代有个话怎么说来着？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看啊，老爷子，时间不早了，我先去给徐老复诊，等周处长回来，再让他陪你过去看望徐老吧。那乖孙女，你……对了，二爷爷，我还没睡好，上去再补个觉。你们，林友走进徐家客厅，徐强正在沙发上微起，听到响动睁开了眼。林大夫来了。徐院长也没睡吧？终是放心不下，林大夫先坐。徐院长叫我小林就好。哈哈哈，小林，我看你和我儿子差不多大的年纪，现在在哪家医院还是哪个保健系统工作？我目前不在卫生系统工作了，在家乡村庄里，我爷爷留下了医馆里坐诊。真是屈才了。我一会给徐老再扎一次针灸，会醒过来的。只不过这次病得比较重，日后的恢复还需要点时日。但我敢保证的是，不会再有生命危险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费心了，小林。医者本分而已。再说，秦老发令，我怎么敢不尽心啊？没有事功外交，不浮不躁，言语中还提起秦老，意思徐家要想感恩就感激秦老的恩情就好。这年轻人不简单啊！就在这时，只见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正是京城衙内圈有名的花花少爷曹云飞。徐叔叔，我爷爷叫我来看看徐爷爷。这货怎么来了？是云飞来了。曹云飞此时也看到了沙发上坐着的林友。这是谁家的少爷？自己怎么没有印象呢？徐爷爷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爷爷昨晚惦记的一夜没睡，这不还没吃早饭呢，就让我赶快来看看。昨晚老领导都听到消息，连夜赶了过来，也没见你曹家来人。今天这话说的，难道还要我徐家尽你曹家爷孙多大的人情吗？替我谢谢曹老挂念，云飞你也有心了。您见外了，徐叔叔，咱们两家不说这客气的话，有什么我们能帮得到的，您尽管开口。这时秦老与周天东也走进了客厅，林由见状站了起来。秦爷爷好。哟，曹家小子也来了。哥，我爷爷让我来看望一下徐爷爷。说的好听，那他曹承显自己怎么不来呀？这个哥，我爷爷他告诉你爷爷，天辉没有大碍了，不用惦念，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徐爷爷没事了就好，那我赶紧回去向我爷爷报平了，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呢。那小辈就先告退了。走吧，咱们去看看你父亲。好的，秦伯、里面、秦、小林，你辛苦了。柳山镇镇长竟面色苍白地躺在商场中央，旁边还有几滩不明液体，围观群众却无一人敢上前。这时林由和秦娇竟凑了过去。林由，这人是怎么回事？您是急性胃出血。林由拔出一根银针扎在了男人的一个穴位上，随后打了急救电话，又给男人把了下脉象。外向极弱，有生命危险，只能靠针灸破一些时间，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林由竟都说出了这话，恐怕这人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几分钟后，在林由的配合下，男人被抬上了救护车。你是患者什么人？我就是一个路过的大夫。那麻烦你和我们一起去趟医院吧，治疗需要缴费，以及你给病人做了急救，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也需要你配合我们做责任的划分。还没送到医院救治呢，你们就想到怎么划分治不好的责任了？搞什么鬼啊？你们哪家医院的？京城医院。我也开车一起过去。那路上注意安全。京城医院的急诊大楼前，救护车稳稳停住，众人合力将醉酒男子抬进了手术室。此时秦娇也赶了进来。怎么样，进去手术了？这位患者你认识？不认识啊。那你这么着急看他干嘛？对呀，我急什么啊？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开的有多快。挺漂亮的，就是少了点。嘿，我还不是担心你受欺负啊。这时就见另一头行色匆匆的来了几名交警。没错，就是他。大姐，什么情况啊？这是？我不是说了吗？为了追你们，你都不知道我车开的有多快。现在我好像知道了。多快？我们3个路口的交警同志都没追上你。这位女同志，你这不是开得快，你这是飞得比较低啊。不好意思啊，交警同志，他也是着急给救护车刚被推进去的，是她男朋友出车祸了，老惨了。这瞎话你也真敢编，你男朋友才出车祸了呢？虽然是出有因，但毕竟也是违反了交通规则，麻烦你配合我们到队里走一趟吧。交警同志说的没错，你先配合人家工作嘛。林由，你其心可诛。同志，请你配合我们工作。林由，你等着，本小姐和你势不两立。体格不大，脾气不小。这时手术室门上的红灯突然熄灭，一名医生率先走了出来。我们尽力了，胃已经严重穿孔，失血量太大，而且不是1天2天造成的，应该在得知自己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大量饮酒。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他应该还能再活上1个小时左右吧。是的，已经治不好了，就算将胃切除了也无济于事。我知道，我能和他聊聊吗？毕竟他现在一名家属都不在，我想知道他的遗愿是什么，免得他有遗憾。见一面倒是可以，不过他深度醉酒，刚刚的麻药劲也没过，醒不过来的。没关系，我有办法。我和你们的张文华副院长认识，你可以和他请示一下。我叫林勇。行，是这样吗？那我请示一下张院长。我已经向张院长请示过了，他同意您的做法。刚刚不知道林大夫的身份，请您见谅，毕竟我们也是照章办事。哪里，辛苦您了。随后两人来到了病房内，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办法给病人解酒与解麻醉，我倒要看看此人到底有什么本事。只见林由拔出了3根银针，分别在醉酒男子的3个穴位上扎了下去，又拿出了一个小瓶，放到了男子的鼻子下。只见几个呼吸间，醉酒男子竟缓缓睁开了眼睛。我的天啊，这也太神了吧！这就醒了。能不能麻烦您给他熬一碗姜汤？好的，我这就去。你是谁啊？我叫林游，是一名大夫。你在商场倒下了，这我给你送来了医院。谢谢您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很惭愧，身为医生却救不了你。不，人各有命，我早就预料到了自己有这一天，只不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既然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过量酗酒啊？男子眼睛流下了一滴泪水，但随后又苦笑了起来。身不由己。我叫沈帆，是柳山镇的镇长，抱着一腔热血从村书记干到镇长，可越干就越觉得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想带动村民脱贫，为了申请投资项目，我是从镇里陪小脸喝酒，喝到了县里，又从县里喝到了市里，最后告诉我在于部委的意见。我托关系找人脉，才见到了部委的一个领导。我上来就是3大碗高度白酒下肚，
然后才能聊正事。可在我和道士里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胃穿孔了。基层领导想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办点事情，竟要把自己喝成胃穿孔。林大夫，您说您就不活我一人，您很惭愧。可我用了1年的时间，都没有救活我们镇的56000多村民，我更惭愧啊！你尽力了，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付出了你可以付出的所有，甚至是生命，他们不会怪你的。别费力了，林大夫。沈凡虚弱的喘着粗气，慢慢的开始进气少，出气多。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一个座右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这个座右铭还没实现呢，就要成为墓志铭了。沈凡说完最后一个字，再也没有了呼吸，可眼睛却死死盯着天花板，未能闭上。林有此时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他合上了沈凡的眼睛，久久未语。协调完一切，已经是深夜。林有心情凝重地走在路上。一个30几岁还没成家立业，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信仰，却换了这样荒唐的下场，他又有什么错呢？本以为用自己的医术能过救世，可沈凡算什么？沈凡也在救人，甚至在救几万人的几代人。这一刻，林由心里萌生了一个让他都震惊的想法。他想从政为官，他想救更多的人，他想让更多的年轻干部拥有广厦千万间，他想让更多的底层百姓去欢颜。虽千万人吾往矣。上车吧，林大夫，请老让我来见你。身为柳山镇镇长，却每天都酗酒助兴，甚至为康统也依旧如此。原来男人喝酒是为了带动村民脱贫申请项目，最终年仅30却因急性胃出血离世。林由决定继承男人临终的遗愿，回到雾溪山秦家，只见秦娇快步迎了过来。你个王八蛋终于回来了，等小姐好心好意去找你，你居然帮着交警给我送到局子里啦，我和你势不两立。秦大小姐，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你把谢放下。姑奶奶这辈子就没受过这种气，我的驾照还被吊销了3个月。我给你当司机，3个月很快的。可我可不敢用你当司机，谁知道你还会不会陷害我？你也消气了吧？快让小玲进来吧。哼，二爷爷，您现在都不疼我了，越来越偏心林由。怎么会呢？小玲，你进来，我得批评批评你，怎么能惹我家娇娇生气呢？咱俩没完，你不拿出点诚意来呀？有诚意，肯定有诚意的。一共2个药方，一个是调理你体寒之症的，一个呢是治理失眠的。这回能消气了吗？消一半。好了，和我说说，你救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已经过世了。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想不到在林由的手里还能有人救不过来。怎么会这样？几个小时前还是鲜活的生命。我抢救他的时候就已知道结果，他的病拖得太久，救不活的。世事无常啊！其实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灿烂的一生的。哦，怎么讲？林由接着就把沈凡的故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荒谬！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这般严重官场文化，没有想到这种不正之风已经能够杀人了。小昭向组织部汇报调查，如果此事属实，让河东省以烈士待遇照顾这个镇长的家属。人不能白死，心也不能凉了，还有无数个基层干部看着呢，这股热血不应该被不正之风给浇灭。是，首长，我替这位沈镇长谢谢您了。我要是能在年轻20岁，一定把这股歪风邪气杀灭掉。可惜姥姥，可是你还年轻。我没做过，怕自己做不好。谁生来就会做官？你是生下来就会治病的吗？拿出你施诊下药的那股子自信出来，就没有做不好的。可是秦老，就这么定了，我来安排。对了，徐老已经好转了，你一会和我去拜访一下。好，什么时候回江宁省？就近吗？已经离开好几天了，得回去看看了。况且我爷爷1周后3周年忌辰。好，处理好手里的事。1周后，我让天东联系你。此时，林由从脖子上摘下了那个吊坠。老爷子，这个小事仙丹还剩下一个，您留好，我才安息。你有心了，我希望您老永远用不上它。生老病死，人生常态。你已经给我了一个免死金牌了，我也不能再奢求什么了。你要回江宁省了？对呀。我也该回临江省了，正好顺路，要不一起？江宁和临江虽说是邻居，可你直飞临江省的长垣市，我直飞渔阳市，哪里顺路啊？哼，我说顺路就顺路，开车回去不就顺路了吗？开车，大街800多公里的。谁昨天说要给我当司机的？怎么不认账了？其实秦娇是想让林由和他去一趟临江省，给他奶奶和妈妈看看病。行，你也不怕坐这么久的车，给腰坐坏？也不用我开车，有比我惨的，我怕什么？第2日，秦老与林由一起去了徐家，徐老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很多。老哥哥，你又救了我一次啊，又让你费心了。你我之间无需说这样的话，
小林大夫，多谢你救了我老头子一条命啊！是您老夫大命的。常言道，经此一难，必有后福。李老日后定会身体康健，福寿绵延的。呵呵呵，老哥哥，你可捡到一块宝了哟！冥冥之中都是定数。小林是个福将，良将常有，福将难求。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对了，耀祖没有回来吗？徐耀祖是徐老的孙子，徐强的独子。我爸发病当晚就嘱咐我不要通知他，怕影响他工作。不过还是有人说漏了嘴，现在应该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你呀，老顽固！如果那日你真有个3长2短，耀祖不得遗憾一辈子啊！回到秦家后，秦娇已经收拾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出发。小白眼狼，你就这么急着走啊？我会常回来的吗？女大不中留哦。你呢？什么时候再来看我这个老头子？会常来的，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得空了就来住2日。对，我记住了。2个猴崽子，滚蛋吧，让我消停消停。二爷爷，我会常回来看您的。注意安全，记得报平安。行驶在下山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 SUV。快，停车，停车！怎么？我朋友。对面车辆停稳后，下来一个男人。徐大检察官，你这几年死哪去了？来人正是徐老孙子徐耀祖，政法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河东省检察院做检察官，年纪比林游稍长2岁。小娇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是回来给徐爷爷贺寿的。这时徐耀祖看到了车上下来的林游。男朋友？滚蛋！这位徐耀祖，我发小徐老的孙子。这位林游，赤脚大夫兼本姑娘的司机。原来你就是林大夫，我爷爷的病，多亏你了啊！本还打算上门向你致谢的，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客气了，应该的。你们这是去哪？哦，我回临江，他回江宁。我还想着要当面谢谢你呢，再住几日吧，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耀祖哥的盛情，我记在心里了，但这次来的匆忙，江宁还有些事我还惦记着呢，就不再留了，等日后再聚。既然您老弟都这么说了，日后有空的话，欢迎你去河东找我。一定。随后3人分开，一辆车上山，一辆车下山去了。拆迁现场发生激烈打斗，上面要求3天之内查清此案，但负责人一口咬定是工人的个人行为，就连口供都一模一样。就在省委大秘和公安局长束手无策之时，幕后操纵者来到了酒吧汇报。夏总，您能大驾光临，我这里蓬荜生辉啊！大彪呢？彪总在楼上办公室呢，早就恭候您了。您请，您请。光头听后就迈步带人走了进去，留下2个保镖守在了酒吧门口。这时突然一辆跑车开了过来，下来一个年轻男人。谁的车挡路了？挪一下。服务生悄悄看了看那2名保镖，没敢出声。哎，我和你们说话呢，谁的车挡路了？你们听不到吗？此时酒吧楼上办公室里，光头夏董摆弄着手里的文玩，对面坐着一个强壮的寸头男人。阿彪，事办得不错，我手下的人都有分寸，一条人命也闹不出来的，但是伤筋动骨是难免的了。狗屁的宏发建设，敢来老子地头上抢生意！我通过关系打听了，说宏发建设幕后的大老板要来渔阳，龙哥怎么办？你说话。到了渔阳市，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窝着，敢在我头上动土，天王老子来了都得挨2耳光。如果他敢有什么动作，就给他埋在渔阳。明白了，龙哥。而此时门口的情况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状态。都是哑巴吗？听不懂人话是吧？小子，你这是在玩火？原来不是哑巴，看来是聋子。好好和你们说话听不见，非等着我动手是吧？我看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打本少爷，我活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好样的，你等着。我在大学城酒吧挨打了，你们给我赶紧过来。叫人来，来一个我打一个，来2个，我费你们1双。这时只听见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几辆超跑停在酒吧前的路边。虎少，谁啊？敢特喵的打你？就这2个王八蛋！你特喵的活腻了吧？几人说着就冲了上去，对那2个黑衣保镖就拳脚相加。服务生见局面大了，赶紧跑进酒吧报告去。彪总，不好了，楼下打起来了。毛毛躁躁的，没看见我屋里有贵客吗？再说打起来不很正常吗？他们就是和夏董的保镖打起来了。什么？叫下去看看。此时楼下那2名保镖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酒吧里的保镖见到这一幕，没有犹豫，抄着家伙就冲了上去。而此时路过的林友2人也被吵闹声吸引住了目光。前面好像打起来了，帮忙报个警吧，这都打成什么样了？这时阿彪从酒吧里走了出来，几个年轻男孩已经被打得站不起身来。谁先挑的事？彪总，就这小子用拳头砸夏董的车，还打电话摇人。阿彪伸了伸手，保镖递了一根棒球杆上去。说哪只手砸的车？彪总，就这只。
踩住他的手。怎么办？你救救他吧。你在这里等我。就在阿彪的球杆即将挥落之时，林游突然掐住了阿彪手腕处的一个穴位。你他喵的谁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们也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了，算了吧。你算哪根葱？你要是也想死，我可以成全你。放手，孙开我。我说算了吧，可以吗？我也告诉你不可以，小子，盘盘道，轰哪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咱们混的不是一条道，你是谁？我也没兴趣知道。这是天龙集团的场子，夏大龙、夏董现在就在楼上。哼，你给夏董一个面子，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放手。你给你自己这条胳膊一个面子，也给这几个年轻人一个机会，做了他们。妖倒，放他们走。这位大哥，谢了。快走吧。虎少等人上车后，就前着着呼小人去，一边开车一边哭着拨通了电话。哥，我挨打了。开出很远后，虎少将车停在了路边。虎少，怎么停下了？我哥说他替我出这口气，那个大哥救了咱们不能把他丢下自己跑了，这事办得不讲究。你是说天哥？就在这时，一脸愁容的市局局长杜恒电话响。天总，杜局，别说弟弟不帮你，大学城酒吧，我弟弟被夏秃子的手下阿彪打了。什么？虎少被夏秃子打了？奶奶的，无法无天了！我这就亲自带队去，全体集合，大学城酒吧，10分钟内给我赶到。此时挂断电话的天总面前坐着一个抽着雪茄的一个中年男人。常总，这口气小天替你出了，但我弟弟还是个孩子，这个委屈可不能白受啊！好，小田，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我在临江的那个项目就交给你了。那就谢过常总了。而此时林游还在和阿彪等人僵持着，他在等警察赶来。疼呀，能放开我了吧？急什么呢？这时警笛声从远处响起，2辆警车停了下来。把手放开！林游可是吃过一次亏了，所以这次并没有放手。急是我罢了，你先把他们控制起来，我再松手。还敢讨价还价？快松手，要不然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你是这里的骗警吧？少废话，放手！果然如此，既然能在这里开酒吧，陷阱又怎么不被他们打点好呢？让你们杜恒局长来，我再放了他。好嚣张啊！还要电我们杜局？我他娘的都没见过杜局两面，赶紧松手，不然我们立刻采取强制措施。现在警告你，警告1次，警告第2次，警告第……地头蛇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林游上前阻止，没曾想骗警也已被对方收买。就在这紧急时刻，数辆特警车疾驰而来，多个手持荷枪实弹的反恐特警端枪走下来，为首之人正是市局局长杜恒。全都给我控制起来！这嘴怎么跟开了光似的？杜大局长怎么真来了？杜恒走上前时，一眼就看到了林游。林大夫，林游松开了阿彪的手，2名特警直接上前控制。快住手！特警随即也就明白了情况。杜局，林老弟，你怎么在这？惭愧，又多管闲事了，每次都要杜大哥来收拾局面。这是美德啊，林老弟，只不过要保护好自己，别让自己受到伤害就好。谢了，杜大哥。此时虎少等人听到警笛声也赶过来。杜局，你得给我做主，这帮人要废我一只手。这群王八羔子，放心吧，我肯定让你满意。虎少看到林游后直接鞠了一躬，谢了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举手之劳，不必挂惜。这个是林游，林大夫。林哥，我记住你了。让你动手的朋友去配合调查。好。接着杜恒又迈步走到阿彪的面前。阿宝，你老板在楼上吧？杜局，你奈何不了我老板，你这是在玩火。是吗？带走。阿彪是个人物，好生对待。杜局长，好威风啊！秉公办事罢了。手下人小打小闹，关进去教育就算了，可得给我照顾好了。明天出来要是受了什么委屈，我可不答应哦。他是出不来了。杜局，你可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你在渔阳20多年的所有罪状都在我办公室里锁着呢，也是时候让他们出来见光了。就凭你！夏董啊，你可知道今天你打的那个小年轻是谁？谁又能怎样啊？他是小虎。我他娘的还是大龙呢，小虎怎么了？会飞啊？他姓尚。杜恒，你在这他娘的和我对联呢，我还他娘的姓夏呢，姓尚多傻。大龙啊，省委大楼老板以上坐着的也姓尚。此言一出，夏大龙的脸色凝固住。带走。此时省委大楼办公室内，尚远之脸色阴沉的吓人，随后拨通了一个号码。你们可以准备行动。渔阳市公安局。林老弟，多亏你了，事情才没恶化。哪里，我是个大夫，对于制止打斗升级和抢救病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制止打斗来的轻松些。这2次让老弟你受委屈了。渔阳的治安情况，老哥哥惭愧啊。
据我所知，布大哥上任不到2年，有些事拔出萝卜带出泥，我理解你的难处。怎么了，老曼？杜吉，老板已经到你办公室了，你快上来一趟。我这就来。林老弟，辛苦你了。我这不一定要忙到什么时候，过2天，哥哥我给你白酒押金。杜大哥快去忙，我们就先走了。有什么我能帮助到的地方，你尽管联系我。来到办公室门口，杜恒清了清嗓子，整理了下衣服，便敲响了门。进来吧。此时，省委书记尚远志正坐在沙发上吸着烟。尚书记，我问你，小虎怎么会那么巧，在今天去了夏大龙的场子？杜恒沉吟良久，又看了看一旁的麦晓东。我问你话呢，看他做什么？是小天。逆子啊，按计划进行，你们先出去吧。是。尚远志随即拨通了一个备注小天的号码。尚书记，这么晚了，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你安排小虎去的那家酒吧。哦，我当什么事呢？我就和小虎说，他喜欢的那个女同学今晚在那，别的可什么都没说。尚小天，你怎样对我都可以，别波及你弟弟好吗？注意，我叫陆小天。儿子，够了，就到这行吗？别这么叫我，你不配。还有，就算没有那个叫林游的小子出手，我也已经安排了人阻止。放心，我不会让你的宝贝儿子变成残疾的。没什么别的事就挂了吧。林游和秦娇来到宜山别墅的时候，已经将近夜里11点了。车我给你留下，我打车走。你去哪？去我朋友家。那你把车开走吧，明天来接我。你不是说要在这住几天吗？我明天要回村里看看了。我明天也和你回云岗村。不是，秦大小姐，你来真的呀？本小姐言出必行，明天别忘了来接我。秦娇走进别墅书房内，只见一个中年人正在闭目养神。小舅舅，我可想死你了。背腰，舅舅最近腰疼的厉害，没法迎接你了。您的腰伤还没好啊？老毛病了，哪那么容易好？那得空我请林游给你瞧瞧。就是刚刚送你过来的那个吧？小舅舅，你怎么还偷看啊？哈哈，我可不是偷看，我是光明正大的站在那看的。这小子有什么过人之处，让我宝贝外甥女这么清言有加？也没什么，就是蛮真诚的，是个值得交的朋友。就只是朋友吗？小舅舅，你想什么呢？就是朋友。朋友就好，以你的身份，和他只做朋友最好。听到这话，不知怎地，秦娇心里突然有点落寞。您不是说来渔阳处理什么事吗？处理好了吗？已经处理完了，小事。那就好。江宁省开展扫黑专项行动，林游协助警局打响第一枪。随即，中纪委已在省委大楼守株待兔。此时，江宁省政协大院，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脸上的表情写满了心事。钱主席早上好。钱主席平时可是状态十足的，今天怎么蔫头耷脑的？来到楼内，钱主席一下子冷汗就打湿了后背，因为自己的办公室里站着几位中纪委。钱副主席，我是中纪委第7巡视组副组长，我叫唐家印。这时，办事员拿出了一张红头文件的批捕函，请你配合我们走一趟吧。钱副主席眼前一阵眩晕，2名人员上前架起了他的胳膊走了出去。随着钱副主席的落网，省里乃至下面的市县里也都有一些中高层领导在同一时间被纪委带走。此时，林游再次来到了魏书阳的家。你个猴崽子，没回云岗村？出了点岔子，没回去。哦，怎么了？京城的徐老病危，秦老给我叫京城去住了2天。徐天辉？对，他心脏不好，这次也是心脏。您老记性真好，心包积液就导致心包发炎。徐将军和秦蔚山将军都是好人，但同时也是旧伤最多的。你把小神仙单给他了，不吃的话，怕是救过来了也支撑不了多久。那你应该还剩1颗吧？那颗我给秦了。哎，猴崽子，你换新手机了？对啊，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你那台旧的呢？旧的 iPhone 13，大人第一时间找出这是怎么回手了，卖了25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击又快又干脆。现在传统不只收手机，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出来回收就对了。你倒是大方，一共就3颗，如今就我这里还剩下1颗了。我看你哪天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情况，谁来救你自己？都是对我极好的人，给你们值得。只可惜我爷爷没能用上，我不想让我爷爷的遗憾再次发生在你和秦老身上。看来秦将军对你还不错，你小子无事不登3宝殿，有什么事说吧。什么都瞒不过您了，我打算换一种生活，我想入世。京城一趟，怎么思想转过弯来了？我彻底懂得了您所说的就一人为小善，就一方人才为大善的道理。
你终于开了窍了。这条路很难，布满泥泞，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的心我懂。大胆去做吧，老头子我还能再呼你几年呢。你老什么时候这么肉麻了？臭小子！我想有屁快放！我离开云岗村后，3期堂就没人坐诊了。我想请你每周去做2天诊。哼，我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就能折腾我这个退了休享清福的老头子，行吗？倒也不是不行。那个，你安排小云和魏硕吃个饭。老爷子，卖妹妹的事我可不干。臭小子，魏硕差哪了？高材生，年薪又不少，给你当妹夫委屈你了。小云不喜欢魏硕那种类型的。魏硕什么类型啊？书呆子呗。你个猴崽子！我爷爷说的，要不你去问问我爷爷同不同意。那个老东西，我提了10几年亲，他都不同意。临闭眼的时候，我还问过1次呢。是，导致我爷爷最后的一句遗言是滚你老母。你个猴崽子！魏爷爷，强扭的瓜不甜。你不就是喜欢凌云吗？我当你魏家的孙媳妇，她也孝顺你的。但你现在搞这种包办婚姻搞的，她都不敢来看你们了，何苦呢？那坐诊的事再说吧，今天我必为谢客了。您就刀子嘴豆腐心吗？这事就算定下来了，行不？实在不行，我晚上让我爷爷来和你说道说道。滚！下周2是那个老东西的3周年，你来接我。知道了。此刻尚远志坐在办公室里，正在陪一位60几岁的男人喝着茶。我是龚德生，龚组长，名单上的人已经全部批捕，请您做下一步指示。就地审讯，神娃漏网之鱼。是。随即，尚远志也拿起电话拨了过去。行动！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公检法联合执法行动迅速展开，对全省涉黑、涉黄、涉赌等全国传播情报的对抗展开先抓捕后围剿逮捕方案。江宁省医院病床上躺着的正是被纪委带走的江宁省政协副主席钱磊。这时，中纪委第7巡视组组长龚德生以及副组长唐家印走了进来。领导，怎么样？医生说没大碍了，但人还是昏迷不醒。那是什么引起的？医生说有什么办法吗？医生说可能是脑梗塞压迫了脑神经。医生已经拍了 CT 和核磁，说有结果了会通知我们。钱磊是本次行动的最重要一环，让医生奋力治疗，实在不行从京城派专家来，也要把他搞醒。是，领导。就在这时，门外又走进了几人。哦，是尚书记啊，情况怎么样？那名巡视组组员就对尚远志解释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尚远志听后也不禁头疼。老板，林有林大夫还在渔阳呢。哦，好，那快给小林打个电话，请他来给看看。是，明白。